每年恶魔都要人类献上一个女孩作为他的祭品，不然就会发动屠杀。祭品夜一到，恶魔便露出真身把祭品吞掉。莎莉是第99个被选的少女，使者觉得这祭品不合格，向国王提议直接把它撕碎退回去，叫他们重新送一个好的。莎莉当然不同意，她虽然只有80斤，身上还是肉不少，她竟然提出让国王直接吞了她。使者气得不行，竟然敢对国王发号施令。国王大吼一声，把使者逐了。自寻死路的真不多见。国王觉得这孩子可能真傻，其实不是这样的。莎莉明白，就算逃回去，她的结局也不会好，不如就这样完成任务。这个特别的祭品让国王很感兴趣。在祭祀日之前，国王特许莎莉暂时留在他身边，虽然限制了她的自由，莎莉还是一点不怕。小时候，她无意中发现自己的名字原来就是祭品的意思。她本来想问问父母，偏偏听到了他们的谈话，他们养她只是为了替代自己的女儿。和那冷漠的养父母相比，国王的眼神里似乎有些温暖，所以他一点也不害怕。国王对他的境遇甚至表示同情，决定在他死前让他体验生活的美好。国王那天去边境视察，转眼间莎莉就消失了。他在那儿发现了满地的花朵，他打算把这些花搬到皇宫去。国王解释给他听，这个地方的毒气最少，才能长出这么多花，但是搬回去花也活不了多久。不过他还是答应了莎莉的愿望。他真搞不懂为啥人们那么喜欢这些终将凋谢的东西。他刚抬起头，莎莉已经把花环戴在了头上，不自觉中国王的心态也变了，甚至让莎莉在他尾巴上睡。天启之夜很快就到了，仆人给莎莉换上了新礼服，莎莉乐得不行，简直像个新娘。宰相领她走过长长的楼梯，最后把她锁在一个刻有魔法的房间里。黑暗中忽然出现一双眼睛，一个蜥蜴人把莎莉推倒，他打算代替国王完成仪式，并趁此机会夺权。他觉得国王和人类界限模糊，这么弱的家伙不配做国王。蜥蜴人向莎莉刺去一刀，突然有只手挡住了剑刃，一个帅气的男人夺过了短剑，蜥蜴人吓得逃了，莎莉也跟了上去。他猜这个人就是国王。男人指着一扇门，叫莎莉从这里逃生。原来国王是半人半魔的存在，每到天启之夜他就变成人形，只能在黑暗中度过这一夜。他尽力表现得很强大，却没能瞒过一个小姑娘。莎莉撕下衣服给她包扎。他早就从宰相那里听说过，天启之夜国王要和祭品独处，从没人见过国王吃人的场面。为了让人相信祭祀完成，国王会割破自己的手臂留下血迹。莎莉觉得这才是真正伟大的国王，他根本没有离开的打算。国王一个眼色就解开了他的锁链，他们包得紧紧的。第二天，国王就宣布将莎莉奈为王后，可是所有大臣都强烈反对，一个高贵的魔王怎能和平凡的人类结合呢？莎莉菲明白大家会不高兴，但是国王根本不在乎这些，他高兴地给国王起了个人名雷恩哈特，在他的故乡这个名字意味着勇气，只有莎莉菲自己知道这一点。那个在外人眼里的恐怖存在，实际上心地非常温柔，只是对外人显示凶狠，这也只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他在外面无所事事，被国王抱起来。不久，王宫里要举办一场大宴会，届时所有的王公贵族都会到场。他打算在那里向大家正式介绍他，是那些议会老头子的主意。他知道那帮老家伙是想故意引起争议，逼他改变主意，而他只需要大方地表现自己，只是不能在公众面前直呼他的名字，以免损害他的权威形象。等到国王回来时，抱起了已经入睡的他，他自责自己睡着了，而国王还在忙。为了装点房间，他做了许多假花，这样国王回来时随时都能感到放松。国王觉得这些假花挺配他的，毕竟作为半人半魔的他，也不过是个表面强硬、内心脆弱的存在。莎莉菲用话语来疗愈，只要能触动心灵，那他就和真的没什么两样。他更像是那种大黄蜂，虽然看起来很大很吓人，实际上是会为了同伴勇敢飞翔的。和国王一样，看起来很凶，但实际上很可爱。虽然黄蜂只是本能的行动，对于他这个曾是祭品的人来说，他们完成使命的身影是那么美丽。所以说，国王并非虚有其表。宴会那天，阿努比斯提醒他别随便做些奇怪的事，他知道那些大臣绝对不会同意这个婚事，他也不看好他当王妃。既然选择了待在国王身边，就别做让人非议的事。其实他单纯的存在，对国王来说已经是个负担。阿拉伯的贵妇们都很好奇王妃长啥样，蜥蜴族人也没少因此心生不满。别的国家求婚被拒不止一次，这王妃有多出色呢？结果被旁边的贵妇嘲笑的厉害。天真幻想的爬行族，相比之下，猫族显得更讨喜。贵妇们羡慕国王那茂密的毛发和气派的脚，却对身边的人类莎莉菲感到吃惊。国王一声怒吼，让所有人都静下来。莎莉菲早就猜到会有这种情况，现场氛围一度很尴尬。莎莉菲主动给贵妇盛了菜尝尝，在魔王的威压下，贵妇也只好开始吃，大家才各自散开享受美食。阿努比斯说他已经嘱咐他了，但国王并不怎么在意，毕竟连他自己都没法完全管住莎莉菲。莎莉菲后来去厨房帮忙端菜，但被厨房的人拦在外头。知道她是王妃之后，海豹主厨终于让她进来了。看吧，人家毕竟是大厨嘛，既然她是从国王那儿来的，那肯定有国王的安排。蜥蜴在暗中打小算盘，想让自己族里的女子取而代之。他趁机在莎莉菲给国王端酒时绊了一下，结果酒洒了国王一身。蜥蜴反咬一口，指责莎莉菲得罪了国王。谁料国王当场秀起了恩爱，直接舔了舔莎莉菲脸上的酒。然后国王立刻对蜥蜴不满，他的小动作没逃过国王的眼睛，对王妃不敬就是不尊重国王。莎莉菲用力抱住国王的大腿，救了蜥蜴一命。事后莎莉菲心情很沉重，以为自己把宴会搞砸了，脚下突然冒出一团白光，下秒就被国王的召唤兽带着飞上了高空。这是为了让他出来透透气，散散心。他被这份心意感动了，看到那些反对他的贵族，心里觉得自己可能会被抛弃，也不愿意给国王添麻烦。国王看出他的心思，就降落回地面。他曾说过他是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像是身体的一部分，怎能轻言放弃？他担心自己留在国王身边，会不会让他像今天这样做出伤害自己人的决定。国王相信，如果那天来临，他会阻止他。对国王而言，
他的身份像是一种枷锁，只有和他在一起，他才能感觉到那枷锁被解开。因为有他在，他才能变成一个真正强大的国王。所以他的使命就是留在他身边。得知他想学习魔族文化，国王特意让宰相来教他，但他对魔族文字完全摸不着头脑，像是天书。2个小家伙贴心的给他送来了翻译好的教材。阿努比斯很不满，如果不是国王的命令，他根本不想在这里浪费时间。他觉得辅佐国王处理国事更重要，毕竟国王已经很久没好好休息了。他记下了这点，希望有天能和国王一起离开王宫。国王半开玩笑的问他是不是太依赖他了，他解释说只是想了解一下魔族的日常。国王虽然嘴硬，但对自己的妻子还是的宠爱有加，只要他稍微撒娇，国王就没辙。但他提了一个条件，之后他装成魔族女孩出门，必须在天黑前回到王宫。国王特意让阿努比斯出门办事，要他在对方回来前赶回去，不然阿努比斯回来又是一顿唠叨。从此以后，他再也不叫他陛下了。沙利菲发觉魔族城市和人类的没啥两样，他走进了一家由兔子和蜥蜴开的面包店，在宫里没机会尝尝，他真不知道魔族也有这玩意。小蜥蜴看到国王那气派的脚，就说出了他的身份。老板笑着说，国王不至于这么神神叨叨。还有传言说国王对小麦食品不感冒。前任国王在位的时候，那些稀世珍宝都被贵族们据为己有，但现在这位国王对这些完全不感兴趣。多亏国王开恩，他们现在能开店做生意，因为连达官贵人都得出门买东西。沙利菲递过去一块面包，国王其实不太想吃这种吃了也不饱的东西。沙利菲说他自己已经吃饱了，希望找个人来帮他分担这个面包。他听到旁边传来了哭声，一个小蝙蝠和妈妈走散了。沙利菲想先帮他找到妈妈，国王只好无奈的陪同。走在路上，沙利菲突然感觉有些晕眩，国王心疼的立刻帮妻子一起带小蝙蝠。小蝙蝠一直害怕找不到妈妈，沙利菲让国王弯下身，他安抚他说一定能帮他找到妈妈。很快蝙蝠妈妈就追了过来，小蝙蝠一见到妈妈，从国王头上跳了下去。沙利菲接住小蝙蝠时露出了自己的面庞，蝙蝠妈妈立刻态度大为改变，周围的魔族人也都惊慌失措，他们要么找守卫，要么拿东西砸向他。国王全力保护，带着沙利菲急忙离开那里。事后沙利菲感叹街上的魔族害怕的样子，因为他们看他的眼神就像人类讨论魔族时那样。他明白这和历史上的人魔战争相关，尽管魔族比人类更强大，今天遇到的魔族都不喜欢战斗，这就像部分人类一样。国王觉得这是他的责任，和沙利菲在一起的时光让国王真的很享受。生来就是为了做王，今天是他至今为止第一次失误。沙利菲不想让国王因此低头道歉，这场混乱和他也无关，他对现在的国王情有独钟。沙利菲在国王的面前突然倒地晕厥，神官发现他被恶瘴侵体，之前无异人类能在魔族之地停留如此之久，人的身体无法承受那股恶瘴，沙利菲的生命逐渐被侵蚀。国王明白若留他在侧壁将危及他性命。沙利菲醒来时发现自己在人类的诊所中，使用了一种可以立即清除瘴气的神奇果实制成的药物。此次治疗的费用已由人预付。3天前有人将他安置在诊所门口并敲门离开，门开后只剩下他和一大笔医疗费，还留有一张写着文字的纸条，上面刻有魔族的文字和皇族的印记。遗憾的是沙利菲未能解读那些文字，他认为是国王为救他才将他送回人类的领地。住院期间，沙利菲协助医生进行手术，闲暇之余无法停止思念国王。沙利菲在人类的小镇上重拾普通生活，病人们对他评价极高，医护人员经常表扬他。他们虽然不了解他的过往，但都表示如果他无处可去便留下。沙利菲意识到自己不应该回魔族国，即使硬要回去也只会让国王担忧。平静的日子很快被打破，有人记得村子不久前曾献上活祭，沙利菲的流言蜚语迅速传遍全镇，昔日友好的村民开始背后指指点点。沙利菲恐慌之下逃回诊所，却发现诊所已遭人闹事，医生和护士也希望他尽快离开，他们担心他是从魔族逃出的祭品，若魔族真来追寻，他们不想被卷入其中。最坏情况是全镇遭受灾难，他再次面临无家可归的局面。危急关头，国王化身人类护他周全，在人类世界无瘴气的环境下，他失去了魔族的能力和形态，找到他确实付出了巨大努力。沙利菲不明白为何自己会被留在这里，他很想知道国王在纸条上写下了什么。国王告诉他，他已承诺必定会来找他。他离开是因为要给沙利菲做一个特制戒指，这戒指能清除瘴气，让他安全无忧，这样他就可以一直作为王妃陪伴在他身旁。等他们安全返回王宫，国王就说要依靠这戒指的力量，过一段时间连人类也能抵抗瘴气了，那时就可以把这个戒指取下来。他却没意识到在人类社会，把戒指戴在左手无名指上有特别的意义。现在连兽人世界也是勾心斗角，而爬虫族的公主在兽人中地位最低。前不久沙利菲在看历代王室的画像时发现，没有一个是人类，而现在的国王却有一半人类血统。他猜想国王的母亲可能也是人类。走廊上小黑子被撞了一下，突然喵喵国的薇薇安皇女出现了，还夸沙利菲长得真可爱，让他不禁有点担心。原来薇薇安这次来是想提出与国王联姻。国王对未经同意的皇女闯宫非常生气，阿努比斯承认是他安排的。以前国王都会拒绝这种联姻提案，但他决定迎娶一个人类为王妃，这让不少诸侯觉得丢了面子，心里不满。所以哪怕是见一面别国的公主，也能让那些诸侯觉得有面子。要是能碰到中意的那就更好了。小黑子们比沙利菲还要激动，只有沙利菲最适合成为王妃，其他的公主们冷冰冰的打了个招呼就走了。薇薇安说她并没有打算成为王妃，但大家都是背负着自己国家的未来来的，哪怕是做测试也行。那晚国王大发雷霆，只因沙利菲希望他见一见那些公主，不然直接送人回去太不近人情了。国王说这是阿努比斯擅自的决定，但沙利菲也不想因为自己让国王惹恼了诸侯。国王提醒让
让他们留下，可能会威胁到他的地位。但如果这能帮助国王的话，他并不反对薇薇安成为王妃。他认为让有风度的公主担此重任，便不会给国王带来额外的负担。国王似乎在不满他的暗示，仿佛他在说他是一个连人都照顾不了的无能之君。二人因此分开不愉快。莎莉妃那晚去了小黑子的房间留宿，他们都担心国王会生气。莎莉妃劝说国王不会无端发怒，但为什么国王之前会生气呢？他只想留在国王的身边，不成为王妃难道就不可以吗？莎莉妃决心再次与国王商谈，未曾想到此时薇薇安趁机进入。通常这间房都设有防护结界，但今晚却未设防。他误以为这是国王的暗示，毕竟国王也是个男人，他可能不会为人类的爱情鼓掌，让他留下来也是为了应急准备。莎莉妃在门外偷听着，她无法与他人分享这份心事，但当她进门时却看到了眼前的情景，她羞涩地逃离了。国王对此感到不满，因为薇薇安的突然出现把他真正等待的人吓跑了。他厌恶了对方的卑鄙野性，命令他再也不要出现在他面前。今夜注定是个不眠之夜，莎莉妃感到异常难受，如同有东西梗在喉。次日，莎莉妃不敢直视国王，但国王却采纳了他的建议，与各国公主共用早餐。薇薇安全程未露面，莎莉妃认为可能是昨晚累坏了。公主们纷纷向国王投去好感。国王严肃要求餐桌上食不言，寝不语。爬虫族公主厄弥多吓得打翻了水杯，引来其他公主们的冷嘲热讽。莎莉妃立刻上前帮她擦拭，并带她到外头透透气。阿努比斯对莎莉妃的行为表示不满，国王却对她的举动表示默许。爬虫族公主对莎莉妃表示敬佩，她能在国王面前保持坚强与自信，她怎么也做不到。200年前两国还在交战，后来虽然成了附属国，但依然受到压迫。听说国王有奇特的癖好，所以国家才决定让他来试水。阿弥多还误以为国王喜欢猫儿女孩，他知道自己不会被选为王妃，这也意味着他将被自己的国家遗弃，只因他生在皇室，生来就被束缚在无法摆脱的枷锁中。莎莉妃看着他，仿佛看到了过去的自己。周围突然响起喧闹声，征战归来的约尔曼将军凯旋，他无视阿努比斯的阻止，坚持要立刻见国王。他走向了旁边的莎莉妃，莎莉妃的事迹他也听说过，但他与其他魔族不同，国王是他效忠的对象，只要是国王挑选的王妃，不管是哪个种族他都能接受。他只希望莎莉妃不会让国王失望。旁边的阿弥多面红耳赤，一看到约尔曼就心潮澎湃。阿弥多回忆起儿时的场景，年轻的国王第一次访问他的国家时，他作为最小的公主未受瞩目，唯独约尔曼上前关照他，还用象征忠诚的手帕为他包扎伤口。那是他们初次相遇，从那以后他就一直想再见到约尔曼，打算把那块手帕还给他，为此不惜去见他极度害怕的国王。只要能靠近约尔曼，无论多么痛苦的回忆他都愿承受。他把这称之为爱情，但莎莉妃似乎还没体会到。他说等到恰当的时刻，内心会有钟声为他指明方向，每当看到他就会脸红，听到他的声音感觉全身发痒，触碰他的手时心跳加速。其他的公主们看他们在一起都显得亲密。今晚为庆祝约尔曼的凯旋举行晚宴，作为王妃莎莉妃必须参加。她在街上看到阿弥多蜷缩在一个角落，他的衣裳已被扯得支离破碎。虽然明知是谁所为，他选择了不追问，认为这是自己微不足道存在的宿命。这是因为他无理的渴望接近约尔曼，明知他与约尔曼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他毫不犹豫地脱下了自己的礼服。无论如何，他必须帮助阿弥多实现他的愿望。公主们有意提到阿弥多迟到的事情，他们的话未完，阿弥多已经换装现身。他直接走向约尔曼的身旁，因羞涩难以开口。正是莎莉妃的几句鼓励给了他力量，他将那块属于约尔曼的手帕返还。约尔曼见到手帕，立刻辨认出她正是那位曾经的小公主。莎莉妃似乎注意到薇薇安的目光，当她回视时，薇薇安却转开了视线。她想寻找机会与国王和解，却在喝下酒后立刻昏倒。当她醒来，薇薇安就站在她身边。薇薇安露出攻击的姿态，要求莎莉妃让出王后之位。她一直在操纵那些男人为她鼓掌，全是为了让国王对她一见钟情。但莎莉妃的出现却打乱了她的计划，使得国王甚至不屑一顾。他感到了羞辱，身为王室成员，缺乏政治影响力就如同无物。他并不觉得问题出在自己身上，无效的是那些被迷惑的愚蠢国王。他仅是因血统而被选中。莎莉妃坚定地支持她的丈夫，即使她不在王后的位置，也不可能是薇薇安。即便她不成为王后，也绝不会将位置让给薇薇安。薇薇安愤怒至极，准备动手。阿弥多从后面紧紧拥抱她，结果被力大摔出。紧接着，莎莉妃挺身而出保护阿弥多。国王感到把她紧紧抱在怀中，这是终结一切的时刻。他绝不愿再见薇薇安那讨厌的面孔。阿弥多作为莎莉妃的密友，异常地留在宫中与她相伴。国王对莎莉妃坦诚表达了他的感情，他必须做好心理准备。他心中唯一钟爱的人就是她。莎莉妃的思绪被钟声的回响所占据，她的心跳急促难以平息。她确信国王是她梦寐以求的伴侣。你能识别出眼前这只幼小的鸟其实是不死鸟吗？约尔曼召唤莎莉妃参加皇家会议，目前国王与高官们正在讨论要事。阿努比斯坚持要莎莉妃出席，他清楚阿努比斯可能会对他言辞尖锐，但这一切都是出于对国王的忠诚。阿努比斯家族生来就是为王室服务的，为了保持国王的尊严，他愿意不择手段，甚至可能会违背国王的意愿。阿努比斯明白自己无法阻止国王迎娶莎莉妃，但他提出了一些条件。毕竟国王突然决定将一个低贱的人类纳为后妃，这可能会引起民众的不安，因此莎莉妃需要展示出超越以往任何王后的能力。她的首要条件是莎莉妃必须能够驾驭圣兽，每位王后加入王室时都必须与圣兽结成契约。圣兽被视为神的使者，驾驭圣兽是王权的标志。国王对此感到愤怒，莎莉妃无魔力却要召唤圣兽，只能用自己的生命力来替代。如果不小心召唤出恶魔，那些无力反抗的人将被其吞噬，并永远在地狱中痛苦徘徊。
然而最终的决定权在沙利菲手中。国王坚决反对他的婚事无需他人插手，沙利菲却犹豫了，他不愿成为国王的负担，但国王承诺永远保护他。小黑子们也加入了安慰的行列，他们承诺与国王一同守护他，就像沙利菲一样，他们也是被国王救起的。虽是独眼族中的弱者，国王仍为他们安排了体面的职责，因此他们同样珍视国王所珍视的一切。他观察着士兵们的训练情况，每个人都在坚持自己的意志。考虑到国王的各种需求，他不愿永远只是接受国王的庇护。原本是为国王准备的第99个活祭品，他必须明白留在国王身旁的真正含义。悄然与阿努比斯签下誓言，他找寻到了自己为国王应做的事情。他必须赢得众人的认可，这样才能真正辅佐国王。他甘愿为此献出自己的生命。沙利菲独立完成魔法阵的绘制，咒语进行到一半，他感到身体不适，仪式不得不被迫终止。失败的法术会反噬施法者。此时沙利菲感到无比疲惫，仿佛被抽走了生命一般，但他毫不畏惧地再度尝试，最终仍是以失败告终。他厌恶自己无能为力的感觉。次日，沙利菲再次尝试唤出圣兽，持续失败可能带来巨大危险，但结果仍未有任何变化。约尔曼阻止想要元首的阿弥多，这是沙利菲坚定的决心。旁观者也需要坚定决心。沙利菲为了成为合适的王妃，必须用生命力召唤圣兽以求认可。尽管屡遭失败，他从未有过放弃的念头。国王忍不住前来将他紧紧拥入怀中。阿努比斯表示反对，誓言规定他不能求助于任何人，一旦违背了誓言，他将认为沙利菲放弃了试炼。国王表示不满，他主动提供帮助并不违反规则，也不允许阿努比斯多言。他无法忍受沙利菲继续受苦，否则他的生命真的会受到威胁。沙利菲对此并不介意，他本就是作为祭品被带来的，因此对死亡毫无畏惧。国王宣称沙利菲的生命由他负责，未经他允许，他绝不可有事。一天后，沙利菲再次现身，这一次他的眼神更为坚定。随着咒语的逐字逐句，恶言般的魔法之火在阵中跳跃。阿努比斯面露震惊，误将之视为恶魔的降临。国王的眼中满是忧伤，想到未来无他的日子，沙利菲坚决反对这样的未来，毅然念完了剩余的咒语。国王知道圣兽是灵魂的伴侣，而邪恶与软弱者无法见其真形。当炽烈之火逐渐熄灭，魔法阵中现出一只小鸡。沙利菲体力耗尽，倒在国王怀中。小鸡贪婪地吃光所有的营养餐，还不断抱怨食物的质量。小鸡声称自身与众不同，它具有不朽与重生的特性，是无双的不死鸟。本努曾有着金红色羽毛的灵鸟，在圣兽中以颜值著称。阿努比斯对此不屑一顾，认为其不过是粗俗的生物，看上去并不像不死鸟这般神圣。可惜他的言语别人听不懂，只有主人能理解圣兽的语言。阿努比斯并非质疑其真实性，而是担忧其形象如何赢得民心。除非能奇迹般恢复其本来面目，他认为这几乎不可能。现在的本努不过是不能飞翔的废物。本努虽然气愤，却无力反驳，因为他现在正是力量耗尽之时。沙利菲将其当作普通的小鸟养育，试图唤醒他记忆中的飞翔本能。尽管折腾了一整天，本努也只是放弃。他之所以无力，是因为长期被榨取。他觉得如今这样也不错。沙利菲感受到他仍旧向往天空，他并不是无用之物，因为他的到来给了他极大的勇气。在他看来，本努依旧是尊贵的圣兽。被感动的本努偷偷练习起飞翔，却不知道暗中有杀机潜伏。不死鸟从城墙跃下，却被沙利菲的助威声所感，同时遭到对方箭矢的攻击。沙利菲未多思索便跳下去想抓住他。这位魔王连自由恋爱都难以实现，他的手下要么图谋暗杀王妃，要么是一心想要破坏他与沙利菲关系的宰相。今天还有一名抢夺他人之人出现。昨日企图刺杀公主的人正接受审讯。阿努比斯相信背后有人操控，谁若威胁国王安全，他必将追究。赛特突然进入会议室报告，抓获的罪犯以自杀服罪。赛特以死无对证为由，断言行刺者只是为了财物，在作案过程中偶遇沙利菲而冲动行事。毕竟人类在魔族国确实不受欢迎。作为忠于国王之人，他不慎审讯过度，使国王大怒。即使是十恶不赦的罪人，也不能随意处决。若再犯，便让赛特尝试比死更糟的惩罚。但这件事的影响还未消散，又有新的入侵者出现，请求与魔王直接对话。没想到自诩为王者的入侵者不过是低级选手，不到3分钟便被制服。入侵者以为国王害死了沙利菲，沙利菲得知有人类入侵，也来到监狱，希望能与之对话。直至见到入侵者才明白，原来是他的老朋友。国王内心五味杂陈，沙利菲请求国王放过他，那些反人类的老家伙不同意，强烈要求国王严惩。沙利菲于是请求替他承担惩罚。国王对妻子宠爱有加，听闻此事，原来入侵者只是想找魔王商讨事宜，说明黄毛其实是客人，只是不知道该如何礼貌敲门。国王巧妙地转换概念，他不允许任何人违抗自己的决定。当二人独处时，国王想了解沙利菲为何愿意冒险救这位老友。他和黄毛是青梅竹马，小时候他们的家乡遭到邪恶魔族的侵袭，之后他随着救他的师傅学习武艺，每日训练中身体难免受伤，而他总会在黄毛归途的小路上等他。黄毛梦想成为无敌的战士，希望在沙利菲遇到困难时能伸出援手。他尚未得知沙利菲将成为祭品的命运，这是他报仇雪恨的动力。沙利菲感觉自己负有责任，觉得必须要为他做些什么。国王听到这些心生醋意，最后黄毛被允许离开，但条件是他不得再踏入魔族国界。黄毛笨拙的威胁说，若无沙利菲，他们可能已被斩首。
看到沙利菲，他欣喜若狂，立刻决定带沙利菲离开此地。他一脚踢开阻拦的小黑子，国王却突然现身，把沙利菲拥入怀中。他声明他已是他的王妃。阿努比斯旁观这局面，嘲笑不已。他想到了一个驱逐沙利菲的计策。黄毛仍想挣扎，但终因体力不支当场晕倒。这个阿努比斯真是个捣乱精，他为了追求八卦的乐趣，甚至不惜让黄毛留在宫中接受沙利菲的照顾。国王展现宽宏大量，也不得不同意。沙利菲备好食物，他却装作不饿。然而饥饿的肚子声音却出卖了他。沙利菲怀念黄毛的坚强和勇敢，感激他不远千里来到自己身边。他不知道为了他，黄毛愿意付出一切。他误以为沙利菲是被迫成为王妃，于是承诺将带他一同逃离。这个年轻人完全不听沙利菲解释，只想带他逃到一个只有他们两人的世界。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才是那个笑话。阿弥多闻讯为黄毛专门烘焙了饼干，结果饼干被黄毛一巴掌拍飞。他还凶狠地命令他立刻离开。沙利菲认为他的行为太过分，黄毛却觉得他的行为很奇怪。作为人类却和魔族关系密切，他觉得国王把他留作王妃不过是作为宠物供其玩耍，待到厌弃便将他抛弃。在魔族眼中，人类不过是食材或娱乐品。沙利菲深知自己故乡遭受魔族侵扰的历史，因此他从不期望黄毛能完全放下对魔族的仇恨。他只希望黄毛能明白一件事，那就是并非所有魔族都如他想象的那般恶劣。以现在这件事为例，虽然对黄毛的特殊照顾可能引起不满，国王还是选择了维护他。他坚信国王是自己此生的伴侣，因此他拒绝与黄毛一同离开。事后他小心翼翼地隐藏了手腕上黄毛留下的痕迹。他为黄毛的行为向阿弥多道歉并解释原因。曾经黄毛和阿弥多一样温和，从得知自己将成为祭品的那刻起，他故意避免结交朋友，只有黄毛愿意靠近并保护他。尽管他厌恶魔族，他也不会无故对弱者施暴，但黄毛刚才的凶狠表情甚至让他自己都感到畏惧。深夜时分，国王发现沙利菲偷偷给黄毛送饭，阿努比斯在旁观看兴致勃勃，还故意挑拨说沙利菲对青梅竹马情有独钟，说他们同族的关系更能让沙利菲感到安心。沙利菲命令2个小黑球守在门外，以防他们再次受到黄毛的欺凌。此时他对黄毛也有了几分畏惧，但他相信通过这次谈话，黄毛能恢复以往的那个熟悉面孔，他们即将告别，这或许是他们最后的相见。他不希望就这样与他分开。黄毛内心也有同样的想法，于是在他不备时突然将他击晕并带走。小黑子们急忙去向国王报告此事。沙利菲进入黄毛的房间后便消失了，随后手下也来报告黄毛夺回武器并逃跑。国王急切想要亲自追捕，阿努比斯立刻劝阻国王不可轻举妄动。作为国王的他不能轻率行事。阿努比斯用挑衅的话语暗示沙利菲可能并非自愿离去。作为人类，他自然可能倾向于选择同族的男性，回归人类的国度或许能给他带来更多的幸福。国王此时感到了犹豫，如果他真正的幸福不需要自己存在于人间，他也愿意放手让他寻找幸福。阿弥多则迫切地促他立即追寻沙利菲，他认为沙利菲绝不可能是心甘情愿的离开。沙利菲曾经不惜生命危险也要通过试炼，仅仅是为了能与国王共处。他之所以如此拼命，正是因为这是他的真心所愿。阿努比斯对他说这些无稽之谈表示不满。目前的宫廷混乱也是国王不能亲离的理由。就在这时，大将军耶梦加德突然现身，他表达愿意帮助国王稳定局势，并希望国王能按照自己内心的决定行事。国王随即召唤自己的神兽准备出发，将宫廷的秩序临时托付给耶梦加德。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亲眼目睹妹妹被魔族残忍杀害，试问谁能轻易释怀这段仇恨？魔王骑着神兽追寻被黄毛带走的沙利菲，不死鸟也突然出现在神兽的面前。作为与沙利菲灵魂深度相连的存在，他最了解沙利菲此刻的所在。他对魔王这种容易慌张的领导风格不屑一顾。魔王听不明白不死鸟的言辞，神兽只能小心翼翼地为他翻译。不死鸟答应协助寻找沙利菲。面对魔王的感激，神兽显得有些高傲。他说这并非为了魔王，如果没有沙利菲，他也不会出手相助。魔王在心中向沙利菲道歉，即使他是真心愿意离开，魔王仍旧无法抑制想与他相聚的渴望。此时黄毛已经逃至一片废墟之地，这里是属于猎狗魔族的领土，他们嗅到了人类特有的气息，尤其是女性的味道。自从人魔战争停止后，这些低阶魔族很少有机会尝到人类的味道。魔族提出只要留下沙利菲，就允许黄毛离开。他们誓言要将他连骨头带肉一起吞噬完毕，意外激怒了黄毛的敏感神经。沙利菲醒来时，血战已然平息，猎狗群败退，纷纷逃散。幼小的猎狗站在父亲前恳求宽恕，黄毛无视年龄大小，残忍不留情。沙利菲警报黄毛，让猎狗父子迅速逃生。他不解黄毛何以连孩童也不放过，却未曾想到长大后他们同样会伤害人类。他曾承诺过，自己之所以抗击入侵的魔族，是为了守护无力之人而追求力量。然而黄毛已经看透了现实，单靠温柔无法守护任何东西。他觉得沙利菲被魔族蒙蔽，为了唤醒他，哪怕屠尽所有魔族，他也在所不惜。他将沙利菲领进屋内，仰望天花板，一切行为都源自于对他的深情。此刻国王的心情越发焦虑，不死鸟难免讥讽身为统治者，无论何种情况都应冷静如初。面对黄毛的突兀表白，沙利菲难以接受，只因他的眼中只剩仇恨，无视他的存在。他理解黄毛对魔族的恨意，即便是在此刻，人魔冲突可能仍在世界某处上演，但并非所有魔族都渴望战斗。像人类一样，魔族亦有善与恶，和平共处的理想虽显遥不可及，但魔王仍不懈追求那个目标。他那恐怖的外表下隐藏着柔情，这也是他愿意留在魔王身边努力的原因。他希望黄毛能信任他所信任的人，黄毛却做不到这一点，就如同孩童残忍撕扯昆虫以求乐趣。他明白，在魔族眼中，人类不过是食物。就在13年前的某一日，妹妹因其发色遭到欺凌，有人甚至恐吓要将她送往魔族国。黄毛安慰她一定会守护她，没想到母亲回家时表情惊恐，匆忙将兄妹藏入衣柜，并嘱咐他们无论如何都不要发声。紧接着屋内传来母亲的惨叫声，
终究他们还是被魔族发现了。黄毛目睹妹妹在他面前被魔族当作点心吞噬，他亲眼见证母亲被魔族带走的情形，妹妹被魔族残忍分食。男孩对于魔族而言味道并不佳，因此他像追逐小狗般被魔族嬉戏追逐。那一日他失去了亲人和自尊，若非师傅相救，他可能已命丧当场。现在连最后一线希望也被魔族夺去。如果早知道沙利菲会成为牺牲品，无论是魔王还是任何小鬼，他都绝不留情。沙利菲深知自己无法消解他的怨恨，此刻黄毛终于迎来了他所等待的人。他把沙利菲捆绑在柱子上，紧接着魔王急匆匆地赶来。若魔王想要夺回沙利菲，必须与他决一死战。不死鸟现身并向沙利菲问好，他是场中视角最清晰的人，因此他不建议沙利菲介入他们的决斗。有时候男人需要用拳头来解决问题。作为魔王，黄毛明知不是对手，黄毛心知肚明这一点，不只是力量的不匹敌，连他的技巧也被魔王洞悉。但黄毛不能退缩，否则会重演那一天的悲剧，他将再一次失去所有。黄毛抓住一瞬的机会试图接近，未料魔王单凭气场就将黄毛击退。黄毛试图激怒魔王，使其失控并揭示其真面目。他决心以自身作为诱饵，让沙利菲亲眼看到魔王的残忍本质。为此他宁愿在此地牺牲。出乎意料，魔王并未躲避他的剑。黄毛不明白他为何不还手，那是因为魔王知道，如果黄毛受伤，沙利菲肯定会深感悲伤，因为对他而言，沙利菲同样是不可替代的。此时沙利菲解开束缚，跑到魔王身边痛哭。黄毛开始对自己产生怀疑，他曾承诺绝不让他流泪，现在让他落泪的却是他自己。为了沙利菲，他深入魔族领地，整个人仿佛成了笑话。沙利菲对他说出了道歉的话，他能够安享平静的日子，全赖他一直在身边。他并非一无是处，也该放下自己对过去无力改变的自责。黄毛终被他的言辞所打动。事后，不死鸟介入救治魔王，他还计划将黄毛送回人类的领土。魔王命令他离开这片国土，并允许沙利菲陪他走一程。黄毛拒绝遵从魔族的规定，他想试探如果再带他离开魔王会有何反应。魔王相信他不会这么做，如果沙利菲信任，他也愿意信任。黄毛对魔王的品行感到意外，他澄清魔王只是人类的称呼，在魔族中并无魔王一说，他的真名是雷恩哈特，意为勇敢之心。你喜欢吗？沙利菲起了。他警告国王，如果让沙利菲受伤，他将确保将他夺回。国王铭记这一点。事后国王向沙利菲表达歉意，他曾犹豫是否追寻，因为不确定他是否在人类国家更幸福。沙利菲想要的不是人类或魔族的国家，而是能与他同在的地方。这是我见过的最荒谬的小黑子，因为与国王从小一起成长，成了他的铁杆支持者。长大后他们许下了一个约定，他成为国王的剑，而自己则是国王的智谋，因此不允许他人多管闲事。他将选择最适合的王妃，但绝不考虑人类候选人。沙利菲此时才得知，一位他未曾谋面的重要人物即将拜访，他接待这位显贵便是他的新考验。之后他才了解，要会见的公爵是一位赫赫有名的战将，尤其在海战中战无不胜，因此被誉为海神。最令人畏惧的是他对人类的极度厌恶，即便是国王也未曾目睹过。国王仅通过传言知晓对方会极尽消灭敌人的手段，稍有不顺，甚至他身为国王也无法幸免。然而只要是出于保护他，他亦可化身为真正的恐怖存在。为了不让他露出那恐怖的面孔，他决心全力以赴。公爵与阿努比斯初见便施展威压，他要求尽快与王妃见面。那不讨喜的鱼龙族贡献了300年珍藏的拉菲，阿努比斯嗅到了一阵腥气，鱼龙族身上的味道尤为强烈，他因为鱼龙族外观不佳而感到不快。随后他身着盛装前来迎接。公爵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怎能容许一个人类女孩成为王妃？鱼龙族前来劝解，反被公爵用刀逼住喉咙。国王及时出现，平息了混乱。公爵本想表达初见之喜，却也难以忍受被愚弄的感觉。国王当场宣布她即是王妃。公爵难以接受一个低贱的人类女子成为王妃，他阻止了国王的怒火。他理解公爵此刻的感受，但希望他亲眼看到这并非戏弄。众人暗自松了口气，幸亏事前预料到了公爵的反应，已经提前准备了应对剧本。他向公爵讲述宫廷的历史，公爵故作姿态，用剑敲击地面，他紧张到瞬间词穷。正中公爵下怀，他仅仅是临时抱佛脚，再次证明人类根本不可信。公爵愤怒地要求用餐，阿努比斯内心感慨他未直接离开，只要稍微有火花，他就能激起熊熊烈火。餐桌上，公爵生气他没喝他送的酒，仿佛在说他的酒让人难以接受。公爵讽刺他不靠谱，他再次推开上前劝解的鱼龙族，命令他离开餐厅。国王已经忍耐到了极限，他彬彬有礼地告辞，在离开之前还安慰国王不必介怀。不久后，国王便将自己的食物送到他手中，因为有人辱骂他心爱的王妃，他难以下咽。沙利菲并未放在心上，他已经习以为常。他知道不能让公爵继续发怒，他必须在晚上的舞会上扭转局面。他劝国王也尝试吃一些食物。当王妃邀请他跳舞时，这位鲨鱼竟在国王面前直接拒绝，他坚决不与人类共舞。因紧张而失言的吉祥物，王妃的考验因此而结束。阿努比斯不放过任何机会进行解释，如果沙利菲不能妥善招待公爵，他的王妃资格可能会被撤销。如果公爵拒绝跳舞，这场舞会将立即结束。公爵似乎想看点乐子，他让不受欢迎的鱼龙族代替他，两个同样丑陋的生物手牵手，这一幕必定颇为有趣。鱼龙族随后道歉，他要陪伴这位鳞片脱落、发臭的老家伙，他的外表同样令人难以直视。沙利菲不明白他为何如此自贬，他看到沙利菲最初是皱眉不情愿的，但沙利菲只是担心碰触他会感到疼痛。他解释说，这些伤痕大都是100年前的，他曾用这双手消灭了无数敌人和人类，作为报复，他也被人类焚烧成这般模样。沙利菲好奇他是否还怀
怀恨人类，他无法给出答案。战争本就是如此，两族之间的裂痕深不可测。如果莎莉菲成为王妃，他将不得不面对这一切，但他只想留在国王的身边。多亏了国王，他才能在这里生存，也是为了让拥有两种形态的国王能够以自己的方式生活。看着他们聊得很是愉快，公爵在一旁冷气逼人。莎莉菲希望如果不会感到痛，他想紧握他的手，轻松起舞。公爵粗鲁地将两人推开，见鱼龙族与人类愉快交流令他不悦，他打算立即处决鱼龙族。莎莉菲果断地站到了前面，国王和耶梦加的也做好了随时介入的准备。见莎莉菲坚持不退，公爵显得有些焦虑，他威胁说莎莉菲成为王妃的未来掌握在他手中。鱼龙族也劝他不要对抗公爵，如果为了短暂的正义而忘记了初衷，那真是愚蠢至极。现在他需要做出决定，是取悦公爵以确保王妃之位，还是为了一个荒废的老者而自毁前程？国王相信他会做出明智的选择。莎莉菲表示他可能无法成为国王的伴侣，在场的魔族都极为震惊。鱼龙劝他不是想留在国王身边吗？正因为这样，如果通过冷漠对待他人来获得王妃的地位，那他根本不配，也无法自信地站在国王身边。这样的王妃宁可不要。他反驳说公爵不应该对弱者示威，这样的他不配称作海神。国王此时也意识到了真相，原来鱼龙族才是真正的贵族，他们一族在历代国王之下长期被忽视。自从国王即位后，情况开始逐步改善。然而最近公爵听闻国王将封的谣言，认为国王可能选了一个不合适的人作为王妃，这一切都是为了考验莎莉菲。此决定由他个人做出，下属只是不得不遵从命令。他希望国王能够原谅其他人。大鲨鱼不同意，公爵是族人的楷模，绝不能死去。他愿意自己一死了之莎莉菲尽管不在意，但国王却不肯轻易放过他们。他们不仅欺上瞒下，还侮辱了国王的爱妃，罪过深重，因此要求他们一族永世效忠。就这样，莎莉菲以她的善良平息了此次风波。为了弥补莎莉菲的不快，国王带她参加了一场盛大的舞会。他展示了自己的大手掌，表示愿意代替他跳步未跳的舞，因为他们自幼便是生死与共的挚友。国王曾亲身挡刀保护他。自那次莎莉菲表明可能不会成为王妃后，阿努比斯便开始伺机而动。他认为莎莉菲主动放弃了成为王妃的机会。国王虽然这样说，但他却完美的扮演了莎莉菲人的角色，甚至还得到了海神公爵的赞同。小黑子以事后发生的变故为由，坚称这次试炼并不成功。国王对阿努比斯的态度保持沉默，他不愿为莎莉菲再增添无谓的束缚。相反的，国王相信终有一天阿努比斯会理解。自从公爵离开之后，莎莉菲便开始努力学习鱼龙族的历史，魔界的历史也被收藏在各地的图书馆，其中还有一些只允许王室成员进入的秘密藏书处。不知道那些被标为禁忌的书籍是否真有其事。禁忌的意义即是禁止入内。莎莉菲天生爱反叛，禁止便意味着她必须去探索。自从莎莉菲进入宫廷，阿努比斯的脾气变得更加易怒。守卫们虽然理解，但在上次舞会之后，他们开始认识到人类也有他们的优点。阿努比斯在心中怒骂愚蠢，认为人类心机深沉，莎莉菲只是为了生存而设法讨好国王，不论采取何种手段，他都要将莎莉菲从国王身边移除。在去图书馆的路上，他恰好遇见了莎莉菲，于是就被请求带路至禁忌书库。阿努比斯突然意识到，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因为没有人知道他们的行踪，藏书架间极易伪装成一场意外。阿努比斯，我劝你还是选择善良。但他仍旧伸出了他那只阴险的手。莎莉菲内心欢喜，他原本计划独自前往，有了阿努比斯的协助，肯定能顺利许多。莎莉菲的纯真让他哑口无言，尽管他仍期望继续执行计划，却在此刻昏沉沉的失去了意识，右时紧紧在耳朵戴着2个小环。他无心参加自己父亲的葬礼，更不想承袭阿努比斯的头衔，成为王室的仆从。他父亲一直在教导阿努比斯家族必须全心全意地服务于王家，并最终为保护前任国王牺牲了自己。然而国王对此却显得漠不关心。国王知道他年纪尚小，无法承担重任，因此初期让他担任王子的贴身侍从。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他负责照料王子的日常，心中默默发誓要一步步攀登至顶端。他决心学习海量知识，超越王室成员，为了目标不惜采取任何手段。这一天，王子用手按住他的额头，只是因为脚下偶尔有蚂蚁经过。阿努比斯感到无奈，蚂蚁自身并不会感到恐惧，也不会因为被踩压一次就全然灭绝，自然会自行淘汰某些个体以保持生态平衡。王子这才意识到它的机制，他随手拿起一根树枝在前面挡到视野，蚂蚁同样不会偏离领队蚂蚁的路线。如果能避免，则无需故意伤害它们。在阿努比斯的心中，只有身为王族才能决定是否行走此路，但他依然故意踏了上去。王子因为担心疼痛，从小便厌恶练剑。阿努比斯提醒他日后可能要参与战斗。王子难以想象，被木剑击中已觉痛苦，被石剑所伤的痛楚又会强烈到何种程度。阿努比斯借机讽刺，他肯定会是战场上最后一个倒下的，因为最先倒下的总是前线的士兵，无论敌人还是友军，受伤的痛苦都是实实在在的。他自幼就梦想建立一个种族和谐的国家。阿努比斯表面赞叹其伟大，心里却认为这不过是空想。只有那些真正了解现实的人，才能将梦想变为现实。他明白自己要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必须等到王子登基之后才可能实现。即便患病，他仍心系竞争。女仆忧心他体弱多病，担忧他可能无法承接家业，心中不悦连连失落。他并不愿意继承家中事业，父亲生他病时从未探望过他，只因父亲是使命重
动于一切。醒来时发现王子正在检查他的体温，得知他生病，王子悄悄来探望，还带来了能提振精神的东西。发现魔界的玉米竟无须须，他不明白王子为何这般担心。王子说是因为上一代阿努比斯为保护他父亲而死，误以为是借由父亲的荣光而受宠，因此他拒绝了王子的玉米，并让王子回到自己的房间。忽然一声窗户碎裂，两人遭到绑架。阿努比斯偷听到匪徒们的谈话，得知这些人正是父亲的杀手，他狠狠地反击，想要复仇，却被匪徒猛然击飞。得悉他即将成为下一代阿努比斯，匪徒认为这是命中注定，绑架他仅为了给王室一个警示，让王室意识到他们来真的。当匪徒举剑欲击，王子及时出现挡下了一剑。王族保护臣子罪责难逃，阿努比斯意识到自己陷入绝境，但王子继续护他于前。作为未来的君主，如不能保护一个臣子，如何保护整个国家？王子激发出强大的霸气，暂时震晕匪徒。他催促阿努比斯快速逃离，此刻他转而保护王子，艰难地拖着王子逐步后退。终于远处传来了援兵的声音。事后女仆透露，王子只需休息几日便能恢复。王子还向国王求情，以免他受责，因此阿努比斯家族的荣誉得以保全。此时他终于明白父亲为何忠心于国王。新继承阿努比斯头衔的他向病床前的王子表达了歉意，在之前的事件中未能尽到贴身护卫的职责，王子却觉得是自己拖累了他，表示应该是自己道歉。他告诫说，作为王族不宜轻易道歉，也不应为了保护他人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作为阿努比斯，他将成为王子的影子守护者，将毫无保留地为他奉献一切。为了塑造他成为一个强大且严厉的、至高无上的君王，他愿意采取任何必要的手段，哪怕这意味着再也无法感受到那种温暖。昏迷中的阿努比斯在恍惚间再次看到了王子，一瞬间形象却变成了沙利菲的面容。他心中不悦，竟然将沙利菲误认为是王子。看到沙利菲伸出手来，他立即将其拒之。如果沙利菲以此为由来图谋好感，那他可大错特错了。他可能欺骗了国王，但自己却不会上当。阿努比斯自诩沙利菲想要代表国王还早得很，他与国王之间的往事沙利菲全然不知。虽然他不了解他们的故事，但他明白国王看重什么。国王或许不会表现出来，但他内心肯定也在担忧。果然，当沙利菲离开房间，就见到国王也在门外守候。这次事件使阿努比斯对他有了新的认识，他决定遵从国王的意愿，承认沙利菲通过了上次的试炼。他也将开始严肃考验沙利菲，判断他是否值得国王真正信赖。这位魔族国王非得非人类少女不娶，而他若想成为王后，就必须完成小黑子布下的种种艰难试炼。沙利菲今天首次目睹初代国王与王后的雕像，这雕像制作的确实有些草率。他们是终结魔族内乱、实现魔族统一的伟大英雄，并且是初代王后用剑战斗保护国王的。这里是魔族的圣地，只在王族生日加冕典礼以及即将举行的大圣节开放，到时候不管是王公贵族、普通百姓也纷纷来到现场。国王正在试穿典礼服饰，每个国王在庆典的当天总是身着守卫国王的传统服装。沙利菲被好奇心驱使，想一探究竟，目睹了国王当前的造型，沙利菲忍不住赞叹不已。然而国王的眼神突然变得严厉，命令除他之外的所有人退出。他意识到这是国王害羞的表现。窗外的风渐渐强烈，暴风雨即将来临，国内的瘴气将被这风清扫。国王明白今夜是关键之时，他将再次变回人类形态。沙利菲趁黑夜给国王送来点心，每到这时国王总是显得格外脆弱，失去魔力的他将无法继续留在此地，只能保持这副浑血而脆弱的身躯，在黑暗中静静等待，祈祷不会被人发现其秘密。沙利菲坚信只要得到魔族的接纳，国王便无需再隐藏。他引导沙利菲触碰他的手，却没有任何不寻常的感觉。国王回忆起以往手指冰冷且不停颤抖，站在国民面前时被众多目光注视，他这个身份不明的国王总是忧心忡忡，害怕有一天身份暴露。但现在有了沙利菲的陪伴，他的手指不再感到寒冷和颤抖，即使他不在他的身边，也能感受到他的守护。在寒冷的夜里，两人相依为暖，国王的温柔也在默默守护着他。沙利菲坚信终有一天，他能与国王肩并肩站立。次晨，国王面色苍白如纸，他依旧保持着人类的外形，因为这是百年难遇的晴朗天气，使得天气依旧持续。在昨夜的大风中被吹散的瘴气未能恢复，他将继续保持人类的形态。今日正值大圣节庆典，国王失踪引发外围混乱，钟声预定敲响12次，以示节庆开始。建国至今从未有过误差，民众内心深处盼望国王能亲临现场。赛特心怀叵测，特意指出国王曾禁止人们靠近的地下祭坛，此地理想用以典礼前鼓舞士气。也许国王忘记时间正处于其下。阿努比斯遂指派人员下坛，然而发现大门被从内部锁上，破门进入后未见国王踪影。赛特因此起了疑心，原来国王隐藏于曾铸祭品儿童逃逸的秘密通道，未料今日自己亦需借此通道。沙利菲与国王一同躲避，正当他们即将遇到转角处的守卫，沙利菲匆忙否认国王所在。耶梦加德似乎察觉到了什么，却选择带队撤离，两人只能重新回到地下祭坛。国王的身体开始逐渐恢复力量，纵使已恢复魔族的本体，仍然无法及时整装出现。赶到现场是否能无恙，连基本的外形都难以维持，还让自己的人民陷入惊慌。如此国王是否仍能称职？沙利菲坚称他是非凡的国王，并非因其强健的体貌与力量。国王感激涕零。以人类形态的魔族国王隐匿在地下室，却听到脚步声逐渐靠近。沙利菲挺身而出，阻挡大门，争取时间。果然，赛特与随从再度归来。他质疑赛特为何不寻找国王，反而在地下室徘徊。赛特原是感觉到祭坛泄露的微弱魔力，因此带队返回调查。沙利菲谎称国王正专心致志于内部，然而因其经验丰富，残暴的赛特识破了绝境中的言辞。沙利菲的谎言并不高明，赛特伪装忠诚表现，国王若遭遇难，竟定会尽力救援。沙利菲仍旧拒不开启大门，他命令部下强行破门。沙利菲紧摇手臂挣扎逃脱，未曾预料大门忽然被推开，国王以
以恢复其魔族形态，反而守护沙利菲。国王未及时穿上初代国王的服饰，他决定以此形象示人。作为国王，自主决定其行动。阿努比斯怀疑是否来得及，遂命令终止钟声。国王的神兽随即带他现身。众人瞧见国王赤裸上身，国王大声宣言，震撼全场。他声明此举非轻视传统，保护国家是他的责任与使命。单纯模仿先辈，无助于使命实现。沿袭旧俗，最终沦为形式主义，终将化为排异的坚硬铠甲。他志在为保护国家而勇于改变，通过改变来实现守护。他要开辟一条全新的道路。目睹下方的欢呼，沙利菲心中充满感慨。此时他急于与国王并肩。事后阿努比斯略表不满，希望下次能得到预先通知。国王深知即便告知也会遭反对，沙利菲急忙奔来与国王拥抱。他解释演讲灵感来源于沙利菲，他曾言国王非仅仅为显赫一时。阿努比斯罕见地表达了对他的钦佩。沙利菲感到意外，他曾以为阿努比斯即将考验他，考验虽迟但总会到来。次日，阿努比斯宣布考验暂告一段落，沙利菲将体验王妃生活，暂时成为王妃。尽管仅为体验，亦需执行公务。如果他能在下届大圣节前完成所有公务，他将赢得王妃的永久地位。尽管仅是体验，全国仍将知晓他的名声，必然会面临各方面的压力和反对。他若处理不当，可能损及国王的声誉，可能会被迫返回人类的国度。若他希望留下，他完全可以选择不使用体验卡，国王则会选择正式的王妃，他也可以选择作为国王的宠物。国王压抑着内心的愤怒，他明白这是沙利菲需要面对的挑战，他唯一能做的是等待沙利菲的决定。这对阿努比斯而言同样是一次赌注。沙利菲犹豫不决，难以抉择，他不愿意离开国王身边，也不想仅仅作为一个摆设。不死鸟沉默，他的唯一选择是成为真正的王妃。这个国家仿佛一潭死水，需要一次大的突破来活化。他已不再是那个未死的祭品，他有信心表明，只有他配得上国王的伟大。沙利菲重拾自信，因为国王心中只有他，他决定接受这一挑战，因此他希望国王信任他，等待与他共同的未来。国王展现出坚定的支持，以前他只能旁观，既然是他选择的王妃，也就是他共同的责任，这将是他们共同的挑战，他会始终与他并肩。谢天谢地，这里只有纯粹的爱情故事，没有带你去看海底星空的浪漫。自从沙利菲成为临时王妃以来，各国使者纷纷前来拜见，国王全都不见，决定让他们亲眼见证他的能力。自大圣节后，阿努比斯注意到国王有所改变，最近魔族对人类成为王妃持反对态度，阿弥多担心沙利菲感到不安，决定去为他加油鼓劲。不知道此时沙利菲正在试穿婚礼礼服，因为智慧的阿努比斯指出，他需要承担的是王妃的职责，平常的服装实在简陋。阿弥多敬佩他的冷静，尽管外界动荡不安，他坦白自己实际上很紧张，但目前工作还没开始，忧虑也帮不上忙，他只能尽最大努力完成自己的任务。此后，阿弥多听到侍卫们的讨论，耶梦加德又将出发去镇压叛军。他羡慕沙利菲和耶梦加德都身负重任，自己却闲坐无事。他能做的就是为大家制作传统的护身符，制作者会把希望和祈祷融入每次编织，最终制作出充满祝福的护身符。他想送给他力量的沙利菲，还有心仪已久的耶梦加德。幻想的场景让他脸红心跳。他终于在出征前完成了护身符。途中，他偶听士兵抱怨未能参战，不知耶梦加德正照顾他怀孕的妻子。他们的职责是遵守国王的指令，而保卫国民是国王的旨意。他的妻子也需要被保护，而唯有他能够保护他的妻子和孩子。士兵好奇耶梦加德是否会结婚，他却表示自己的剑和忠诚都献给了国王，誓不与人共结连理。沙利菲和孩子们都很喜欢收到的护身符。他发现阿弥多手上还有一个护身符，明白那一定是准备给耶梦加德的。阿弥多感觉自己不够真诚。这个护身符的制作过程中应全神贯注于对方，但他只是想借此吸引耶梦加德的注意，因此他不敢将他交给他。沙利菲安慰他，让喜欢的人注意自己并不可耻。自从遇见国王后，他变得更加渴望，毕竟没有什么比作为一个人类女孩留在国王身边更加贪婪的了。这已经足够。阿弥多鼓起勇气找到耶梦加德，双手递上了护身符。为确保你安全返家，我祈求了众多的保护，愿你把这件物品随身带着。耶梦加德接受了护身符。如果任务失败了，难道不会损害我们的声誉吗？即便只为了那数千个祈祷，他誓言必将安全返回。磕 CP 真是让人上瘾吧，像沙利菲和可爱的他们一样。沙利菲作为代理王妃，很快将面临他的第一项挑战。他们将前往离王都最近的蜀国，那里的国王与卡尔拉王妃有4位公主，还有一位新生的王子。他作为代理王妃，需为王子祝福。前王妃逝世后，国王未再娶，此件由巫女暂时代理。沙利菲对此感到非常奇怪。按理说前王妃是国王的母亲，但国王的措辞却显得格外疏远。沙利菲无暇深思，他现在必须履行自己的责任。然而卡尔拉不允许人类触碰王子。作为一个属国，国王需遵守王都的传统，他不许卡尔拉在此时试探。卡尔拉不满国王只顾国家形象，完全忽视他的意见，但他对这个宝贵的儿子绝不允许任何人类接触，完全没有察觉公主正偷听于门外。连国家的卫兵也不得不承认，男主角的果断远超本国国王。这也是他们首次见到人类女孩。沙利菲自我介绍之后，附属国国王甜言蜜语称赞她的可爱。卡尔拉虽口头上附和，但眼神冷漠，这让沙利菲想起了不愉快的往事。他借口王子身体不适未将其带来，仅承诺在明日的祝福仪式前带他见国王。国王明白事情的真相，却未揭露，只是静静地观看他的表演。晚宴上，卡尔拉知道他不能喝强酒，特
意为他准备了低度数的果酒。小宝贝误以为卡尔拉颇为善良，然而国王清楚沙利菲仅是在强撑，因此他提早站起告辞，同时带上了沙利菲一同离开。毕竟将自己的爱妃带回寝室奶场里，国王告诉他无需在他面前装坚强，希望沙利菲能做到这一点以示公平。他虽然已习惯被恶魔厌弃，心里早有准备，但卡尔拉的目光仍让他感觉窒息。这种目光他再熟悉不过。自从得知自己是祭品后的第2天，养父母便始终以这种目光对待他。那是一段压抑的日子，仿佛沉没于幽暗的深海。国王突然用脸蹭了蹭沙利菲，此时他不知道应说些什么安慰的话，只好模仿沙利菲平常安慰他的方式。沙利菲紧抱着国王的大尾巴，此前他一直很害怕，担忧自己是否能完成次日的祝福，但在国王的安慰下，他已心安。只要国王在他身边，他便不再感受到那黑暗冰冷的海底，只需留在国王的身旁，连他的梦境也变得温暖。次日的祝福仪式，当沙利菲靠近王子时，卡尔拉故意使王子哭泣，并开始矫情的表演。他希望改期举行仪式，沙利菲对此并不反对。国王听从沙利菲的建议，未加阻拦。阿努比斯早已知晓卡尔拉偏爱男孩，也明白他的小伎俩。作为盟友，他心中自是喜悦。如果沙利菲无法讨好卡尔拉，便会影响国王形象，并承诺派遣导游带他参观宫殿，消磨时间。没想到猫娘公主主动提出自己来担任向导。开幕式上，沙利菲初见小猫女，未料却受到言语攻击。正是因为她的不美观，所以皇后不愿让她给王子祝福。即便小可爱也被牵连成了小黑子。沙利菲并不因别人称她丑而生气，她只是纠结该如何应对。猫娘声称有方法可以帮助她，但前提是她要接住自己抛出的宝石。小可爱不满意这种将沙利菲当成宠物训练的方式，只要沙利菲能完成挑战，猫娘便承诺去求母后帮助沙利菲完成祝福。起初沙利菲未有任何动作，直到明白这是王妃的结婚礼物，沙利菲立刻敏捷地扑向飞来的宝石，将宝石还给小猫娘时还提醒她不应随便玩弄母亲的珍贵宝物。猫娘作娇作态，表示自己不能对主人提出批评。不久，沙利菲已经累得喘不过气来。沙利菲好奇还要玩些什么新把戏，见此猫娘让沙利菲扮演鸟，小可爱气得要爆炸，沙利菲却顺从地让她继续。猫娘看着沙利菲的不生气，指责她为了取悦母后连自尊都丢了。这时沙利菲才突然想起这件事，猫娘被他直率的攻略，低声骂沙利菲是个傻瓜。纵使他设法取悦自己，也无法赢得母后的喜爱，因为母后只关注弟弟而对他漠不关心，甚至认为他是个碍手碍脚的孩子。虽然他明白弟弟对家族而言更重要，毕竟他是家中9叛的继承者，他的3个姐姐已经出嫁，他未来也将嫁给某个陌生人，如同一个祭祀品。母后肯定希望他早日从眼前消失。沙利菲不这样看待不爱之人的眼神只会更加冷酷。但王妃看向猫娘的眼神并非如此，肯定是因为不擅长表露情感。就像此时的猫娘忽然跳上旁边的高台，她早已决定在君王到访时给母后制造最后一次也是最大的麻烦，那就是从宫殿的最高处一跃而下。王妃心中有苦难言，接连生下4位公主，被流言蜚语指责未能生子，父王对她失望难言，因此这个儿子成了她完成王妃使命的明证。沙利菲随她来到了高塔顶，她劝说不要轻易放弃生命。猫娘拒绝接受这些虚伪言辞，她无法决定自己的出生，但至少想决定自己的终结。旁人无权对她指手画脚。沙利菲伸出手，希望能继续陪伴她，仿佛猫娘渴望掌控自己的未来，这是她的一时任性。猫娘透露母后常独自在房中哭泣，直到弟弟降生，一切才有所改变。她羡慕弟弟出生就有人欢喜，而她却孤单一人。这次行动只会让她更遭人厌弃。这时王妃急忙前来，沙利菲未留意继续说话，她声称是要给王妃制造麻烦，实际上是希望看到母亲的笑容。被识破后，猫娘心生慌乱，一不小心从高塔坠落。沙利菲立即为猫娘祝福，庆幸至少有人为她的出生高兴。随后猫娘的哭声在宫中回荡，王妃心痛地看到她泪流不止，自责一直忽视了她的感受，从未这样紧紧拥抱过她。国王因公主的失足道歉，险些让沙利菲也受到牵连。虽然他未知父女间的恩怨，但在讨好国民前，他应先反思在作为一国之主的同时，如何做个好父亲。王妃匆匆抱起猫娘，希望她能原谅自己过去的疏忽。此事使王妃对沙利菲改观，因此请求他为王子祝福。身份地位无法选择，因此更需为新生命祈福，至少希望他们安康和快乐。阿努比斯仍对沙利菲有所保留，但也开始怀疑他是否具改变他人的力量。获悉沙利菲原是共济之用，猫娘误以为他被迫成为魔族的王后。他曾解释自己无法掌控生死，唯有留在国王身侧是他的自主选择。只要还活着，猫娘相信终能遇到命中注定的人。意外的是，猫娘竟对阿努比斯心生情愫。此刻猫娘已经在为未来的孩子忧虑，她与阿努比斯的子嗣很可能也会是胡狼，尽管可能是混血儿，但通常血统会更加强大。他的孩子将继承国王的血脉。沙利菲的脸颊因此而泛红。沙利菲开始构想未来，若真的诞下国王的后裔，可能会面临哪些挑战？他们的子孙是否也会因血统遭受磨难？国王是否真的会接受？忽然，一片圣兽的羽毛飘入窗内，国王站在窗边，有话对他说。之后，沙利菲被带往一个僻静的地方，他表明作为国王，也承担着继承家族血脉的责任。属于兽王血脉的王室成员，通常不会与其他种族的血脉结合，但他的血脉却是个例外，因此他对爱护这样的后代缺乏信心。他同样没有被父母宠爱的回忆，自小他的母亲便不在人世。作为家中唯一的孩子，他唯一的亲人仅剩祖辈的国王，但国王对他要求甚严，尽管他记得所有古代魔族的文字，国王却未曾给予过肯定，
反倒视为理所应当，有时还将他关进暗室。后来他以为国王这样做是为了保护他不被外界知晓，对他的严苛也是为了培养他成为杰出的继承者。他相信这一切都是出于爱。直至强壮的国王身体衰弱，终日病床不起，他在悲伤中也满怀期待，希望国王在临终时能表露对他的爱。但现实却恰恰相反，前代国王紧抓着他的头部，内心满是遗憾，竟将王权交给他。他体内的不洁血脉令国王极度厌恶，国王视其为被咒诅的恶魔种，成为王室史上的一大耻辱。国王最终气血逆行，吐血身亡，但也因此获得了意外的美名。直到最后一刻，国王仍想将王子抱紧，他后来才得知父王有严重的心脏病，不解为何对人类血脉厌恶至此，却仍与人类生育，伺机将这血脉传给后世。国王心中满是恐惧，沙利菲对国王的处境感同身受，对他而言，人类的成分是软弱和自卑的源头，同时也是一种诅咒。国王安抚称，这份恐惧即将成为历史，虽不能选择身份与血统，却可以选择他为妻，他的陪伴是对他的祝福。国王以雷恩哈特的名义誓言，必将全力守护他们的后代，希望将来自己成为伟大的国王，沙利菲能成为正统的王后，与他并肩，希望将来有他们自己的孩子。领主受到敌人的突袭，原因是代理王妃的护卫队长出自猎狗族，因此被3名无能的守卫误会是内奸。但问题在于昨日兰特独自一人深思，因此无法提供不在场证明。见兰特被众人异样的目光围观，沙利菲果断站在他前面，既然兰特否认，那么必定不是他所为，他将帮兰特洗清冤屈。那些杂兵担心沙利菲随意为人脱罪，于是长颈鹿队长决定与沙利菲共同调查此事，毕竟发生这类事件，作为队长他也负有责任。但在彻底澄清真相前，兰特需暂时被拘留。沙利菲坚信兰特的清白，因此也希望兰特信任他能找到真凶。队长不理解沙利菲何以如此信任兰特，他得知兰特是唯一一人愿意担任这职位，途中还故意使他们陷入危机。沙利菲提到他与兰特之间的承诺，绝不让旁人陷入风险之中。队长担忧他轻信他人可能带来的风险。沙利菲坦诚，却有人他永远不会信任。但兰特与众不同，再者国王也曾明言，亲卫队长的选拔必须由自己亲自来，相信自己的直觉就是对国王的信任。小嘴坦白并不喜欢兰特，他能与小眼共享同一视角，见证沙利菲四处为他奔走，因此希望他也坚定地信任沙利菲。此时兰特仍沉浸在沙利菲保护他的场景中，这是他此生未曾有过的体验。鉴于猎狗族曾有背叛的历史，遭到其他族群的疏远和歧视，他的母亲因与其他族群结合生子，也被猎狗族视作背叛者。明明只需服药就可痊愈的母亲，却被逼至生命垂危。幼时的兰特通过黑工攒下一些救命钱，但仍旧不足以购买所需的药物。好心的杨洋将药物赠予兰特，却在返回途中遭遇守卫的非难，他们认为这药物不是他能买得起的，怀疑兰特的药是窃来的。尽管他极力解释，无人愿意倾听，甚至怀疑家中失窃的物品也是他所为。仅因他出身于猎狗族，士兵无视他的人权，强行夺走救命药。他无法理解为何无人相信他，难道是因为他还是个孩子，或是因为他的猎狗族出身？兰特明白这都不是真正的原因，只是因为双方身份地位的差异。众人不考虑事实对错，只偏信地位较高者。从此兰特发誓要一步步提升自己，直至达到顶峰。他决意要成为魔界的权威。因出身问题，兰特一直未获他人信任。他常自嘲说满口谎言，劝沙利菲最好不要信任他，实则一直渴望他人的信赖，无视他人社会地位和来历。直到遇见沙利菲，一切都变了，他的命运因此得到了改写。不久后，兰特得以洗清罪名，真正的行凶者是一位年轻的雕族。抓到真凶，全赖沙利菲的敏锐。他展示了袭击时从凶手身上抓下的毛，这些毛发与兰特的毛色截然不同，全族都对此感到震惊。因此沙利菲便凭借着线索在街上搜索。长颈鹿队长在帮忙召集族人时，发现了一个行为异常的雕族。审问后，对方迅速坦白，这人还是一个反对派成员，他计划通过阻止仪式来升为高层。队长对误会兰特向沙利菲表达歉意，沙利菲并不在乎道歉，他更希望怀疑兰特的人向他赔礼。兰特知道沙利菲极有可能帮助他，他决定支持他有充分的把握。在沙利菲的支持下，王国最终确认领主为马斯亚的领导。沙利菲好奇为何队长会信他的证据，尽管无人知晓的证据有一定作用，虽有拼凑之嫌，但沙利菲作为未来的王妃，不惜为一名魔族臣子四处奔波，这让队长不由自主地信任他。沙利菲希望能再与队长会面，但机会似乎已经不多。正是雕族趁守卫疏忽潜入造成的事故。3个小人诬陷兰特也是为了掩盖这一行为，作为他们的上级，他也难辞其咎。兰特对此表示不解，质疑为何总是要为下属解决麻烦。队长应该以身作则，领导地位并非用来装饰，身处高位更应肩负更大的责任。无论如何，沙利菲仍然希望有再见的一天。在这之前，兰特只专注于向上攀登，要不是沙利菲，他早就被人踩在脚下了。沙利菲却帮他保全了尊严。兰特跪在一膝上发誓，誓言将一生一世忠于沙利菲。回宫的路上，沙利菲差点从马车上摔下来，兰特比国王还快一步把他扶稳。他解释说，沙利菲熬夜太累了才会睡着。国王得知兰特是沙利菲的贴身护卫，国王询问他是否来自猎狗族，兰特随口就承认了，但他从不会背叛国王，仅仅因为对他不感兴趣。阿努比斯对兰特的态度感到不满，兰特对此
此毫不在意，因为他忠于的人是王妃，不是国王。他觉得兰特和沙利菲一样棘手。国王大声一喝，顿时让他们俩安静下来。国王只问了一个问题：兰特是否为自己的血统感到骄傲？兰特以为这是国王在试探他，不过他确实为自己的血统感到自豪。毕竟没人真的会讨厌自己，总是外界的嘲笑让人自我厌恶，才会让他自己厌恶自己。但他根本不在意别人怎么看，即使是国王的命令也不例外。他只听从一个人的命令，那就是王妃。国王对他的回答很满意，随后正式任命兰特为沙利菲的护卫队长。从此他成为了王妃名副其实的守护者。这一幕简直甜到爆的兽人小剧场。耶梦加德这次出差，带着大家安全回家。国王似乎意识到了什么，让耶梦加得先回家休息。之后阿弥多终于见到了一直想念的耶梦加德，恰好他也有些私事想和阿弥多谈谈。阿努比斯自嘲自己是单身狗，他发现另一个单身狗赛特也在鬼鬼祟祟，就悄悄跟在赛特后面。阿弥多暗自发誓，提醒自己别想太多，他其实也有很多话想对耶梦加德说。没想到耶梦加德突然要把阿弥多送的护身符还给他，这回任务虽然挺危险的，幸好大伙都安全回来了，肯定是这护身符起了作用。阿弥多希望他能一直待在身边，结果人家拒绝了，说给他自己用太浪费了。他更希望阿弥多能给一个更珍惜的人，他没意识到自己就是他最珍惜的那个人。沙利菲听说了这事觉得很不解，兰特对感情木然，觉得人家可能是不想要了。阿弥多也以为这是人家的回答，沙利菲和阿弥多一起郁闷了，但他实在不能接受这个结果，于是去找耶梦加德问个明白。如果他真的不需要了，那也只能这样；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希望他能说出真正的原因。耶梦加德不愿意回答，说这是他的私事。兰特立刻站出来护主。耶梦加德从阿努比斯那听说过他那个自大的小子，兰特能想象阿努比斯怎么描述他。他突然挑战耶梦加的决斗，小可爱马上去通知阿弥多。耶梦加德不明白决斗的理由，他的剑只听从国王的命令。兰特的力量本应为所服侍之人而用。兰特解释是因为他沙利菲才不开心，所以如果他赢了，他就得回答沙利菲的问题，这也算是他的忠诚所在。国王出现了，同意了这场决斗。他也想看看王妃的亲卫队长到底有多厉害。真了解啊，国王大人，你这人怎么又对国王不敬？我懂了。耶梦加德无奈只好接受挑战。沙利菲好奇国王为何这么做，他本来还想让国王帮忙阻止呢，但国王有他的考虑。战斗中兰特故意攻击他的右手，耶梦加德用右手挡住时，瞬间闪过一模一样的光色。兰特提醒说对手不总是守规矩，耶梦加德随后以相同手段反击并赢得比赛。这时国王注意到耶梦加德受了伤，阿弥多走过来揭开他的斗篷，果不其然他的右臂受伤了，因此他带来了适合爬虫族的药。他不明白自己的手下都不知道，阿弥多怎么会知道这件事？他说是一位王妃和国王告诉他的，还伤心的说自己的护身符没能保护他。耶梦加德解释说是因为不想让他伤心才还给他的，说自己受伤是因为自己的失误，如果还带着护身符，将来受伤也会让他难过。他知道这么做很失礼，但还是把护身符还给了他。阿弥多感动极了，他说自己无才无力，只能为他做这个护身符，他会努力变得更坚强，不论发生什么都会坚守岗位，因此他希望他能再次保留护身符。这次耶梦加德没有拒绝。阿弥多很好奇，沙利菲说这只是直觉，如果国王也这样做了，那肯定有他的理由。黄毛听说东边有魔族绑架小孩，作为猎魔人他不能袖手旁观，恰好在路上遇到了人贩子魔族，黄毛立刻出手救下了被掳的孩子。魔族看状况不妙，骑马逃跑。这时黄毛才发现救的是个小穿山甲。黄毛告诉小穿山甲别靠近，尽管他讨厌魔族，但他决定放过这个小魔族。没想到小家伙不知道回家的路，原来是被抓来的。黄毛不情愿地答应带他回家。小魔族开心地叫他欧尼酱。黄毛惊讶魔族竟然会感谢人类，小魔族反而对这感到好奇。妈妈常说别人对你好的记得说声谢谢，人类难道都不懂得感谢吗？黄毛愣了一下，这个小家伙明明是魔族啊，讲话却和人类一模一样。转眼间小魔族就不见了，黄毛心里一紧，不会又被人抓了吧？黄毛哑口无言，这不就是他容易被抓的原因吗？小魔族开始道歉，因为他被这边的美丽花朵吸引了，还有那些奇特的小虫，他真羡慕人类能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黄毛询问他怎么会被抓到这里的，听说要么做成标本展示，要么训练成表演用的魔兽。黄毛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原来这阵子抓孩子的魔族是人类雇的，人类把魔族当作玩物利用，和魔族对待人类一样。想到这些，黄毛感到一阵恶心。小魔族上前表示关心，结果被黄毛一巴掌拍开。小魔族远远地伸出双手，因为每次他疼的时候，妈妈都会这样抚摸他，所以他也想试着在不接触黄毛的情况下安慰他。很快有人类来帮忙，对方宣称小魔族是他们要抓的猎物，他们把小魔族当着黄毛的面带走了。他们认出了黄毛是附近的流浪猎魔人，还误以为他也想抓这个小魔族。黄毛面无表情否认与小魔族有关。被带走的小魔族拼命挣扎想要回家，黄毛心里挣扎着，不管他是被做成标本还是被利用，那和我有什么关系？黄毛最终还是没能做到置之不理。他虽然讨厌魔族，但更痛恨那些把生命当作玩物的人。黄毛一人对抗2个敌人，让小魔族赶紧逃。此时背后的敌人已经瞄准了他，小魔族勇敢地帮他挡住了剑。黄毛强忍着不是抱起小魔族，随后一刀斩断攻手的武器，是要钱还是要命你们自己选。2个敌人无奈只好夹着尾巴逃跑。他没料到自己会欠魔族一个人情，好在那人情已经还掉了。小家伙挺呆萌的，但我又没借你啥。黄毛心里还在挣扎，可能这小家伙长大了也会伤害人类。但沙利菲曾说魔族也不全是坏的，有的是善良的，也有的是恶的，有胆怯的，也有厌恶战争的。黄毛心里虽然有点不爽，但还是不情愿地对小家伙说了声谢谢。他依旧讨厌魔族，但他也愿意去相信沙利菲的话，并不是所有魔族都是坏蛋。小魔族很快就被送回了边境。这是我见过的最会撩人的魔族王。王妃靠在船边
欣赏风景，国王却把他紧紧抱在怀里说：“你差点掉进海里了。”国王这次出行让宰相阿比留守王宫，因为最近他得到了一份报告，全国的反王派突然都停了下来。这种没有预兆的默契让阿比很是担心，这次外出没有沙利菲的任务缠身，他可以好好放松一下。但沙利菲却在想，如果没事，该怎么做能更接近完美的王妃？可惜自己没有惊人的美貌。国王告诉他，只要随心就好，在我眼中你就是最美的。那一头无瑕的白发，那光滑的肌肤，还有那双没有丝毫虚假的碧蓝眼睛，简直堪比天上的景色，无人能及。我都这么说了，你应该能更有自信了吧？沙利菲害羞的觉得夸奖有点过了。与此同时，阿努比斯接到了紧急报告，王国各地突然遭到袭击，阿比只好通过飞鸽急报告知国王。国王看到消息后决定立刻返回，但视察访问也同样重要。沙利菲想要代替国王完成这次旅行，国王第一次严肃地拒绝了他。沙利菲不甘心，就像国王说的那样，只要听从心里的声音。国王正处于难关，他更要站出来帮忙。国王别无选择，只好同意沙利菲，先给沙利菲的戒指加了点魔力，然后才骑着圣兽急匆匆返回王宫。沙利菲目送着国王远去，心里忽然有种不安的感觉。对面的反王派领头人已经按耐不住，准备直接冲向王宫挑战国王。大将黑犬觉得这样不对，但自狼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动手。他们在此时注意到了王国的旗帜，白狼觉得这是天意，但当他们走到甲板时，却发现这些都是些无关紧要的小角色。他宣称自己是狼王芬里尔，未来地魔族之王。此刻他的部下正攻打多个领土，不久他将取代国王的位置。他要求船上魔族交出地位最高的人，等到他登基那天，将那人作为活祭品吞噬。四周无人作声，芬里尔准备开始屠杀。沙利菲突然走到芬里尔面前，得知国内各处都有叛乱，国王计划调动所有力量去镇压。他认为自己留在王都就足够了。阿比仔细分析，叛乱分散全国，明显是故意分散国内兵力。他建议国王守住首都，自己带队出击平息叛乱。得知沙利菲是代理王妃后，芬里尔忍不住笑出声来。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沙利菲用他的手指挑衅反问，否则为什么会有人类出现在这船上？你都想当国王了，竟然连人类的代理王妃都不认识。他愿意跟芬里尔走，条件是不伤害其他人。芬里尔不接受这一说法，就算他是真的，但其实沙利菲的价值远不止这些，这王妃的价值其实普通的很。沙利菲听了心情顿时不爽了，要论证明我价值的事，那就是国王心里只有我一个。如果你不把我带走，你以后就是那个笑话。人们会笑话一个自称王者的家伙，只知道看表面，不识真经。芬里尔始料未及，那个曾夺走他所有的男人，居然会爱上一个人类女子。小黑子感觉这事应该不假，他亲眼看见沙利菲在鸟斯亚被保护。芬里尔决定不论真假，都要让沙利菲成为祭品。这时兰特终于从运船中缓过来，作为王妃的护卫队长，要清除一切威胁沙利菲的人。没想到小黑子竟然精通剑术，兰特措手不及，被打倒受伤。沙利菲挡在兰特前面，阻止小黑子再攻。之前约定，只要他愿意跟走，就不伤害其他人。芬里尔这人还算不错，他命令小黑子放过兰特。作为国王的话一旦说出口就必须执行。沙利菲作为代理王妃命令兰特一定要安全返回王宫，遵从国王的安排，再让不死鸟出面帮大家治疗，最后让小嘴帮他给国王带话。所以沙利菲最后说了些什么呢？与此同时，王都的民众开始恐慌，他们希望国王能站出来安抚大家。为了保护众人，沙利菲选择自愿被带走，甚至说等到自己成为王后，就要把沙利菲当作祭品献祭。国王听闻此事怒不可遏，想要救人，但这一次和之前被黄毛绑走的情况不同。阿比阻止国王，如果他执意离开，可能会引发不可挽回的后果。国王不想只是站在一边等消息，如果这个芬里尔真是他记忆里那个人，那他肯定恨自己到骨子里，肯定会拿沙利菲出气。阿比这话真是吓人，他们的国家绝不能被占领，他也不愿意服侍别的国王，宁可死在自己国王手里，也不愿意投降。国王最终冷静下来，他自责没能保护好沙利菲，还害他陷入了危机。小嘴颤抖着把话传给沙利菲，他说不用来救自己国王，这才明白他站出来安抚国民，只要他在，所有敌人都不可能得逞。既然沙利菲已经作为王妃在为大家而行动，那作为国王的他也要做好自己的本分，必须保护好国家和人民。国王知道芬里尔迟早会来找他，在那之前他得先找出芬里尔的藏身地。这个敌人绝对是讲究原则的，眼看在一下就能杀死国王登基，却因为不想不光彩取胜，宁愿放弃自己的武功，选择和国王来一场公平的较量。沙利菲和兰特刚逃出结界没多久，就再次被芬里尔找到。他知道沙利菲的戒指已经没用了，尽管国王给戒指注了魔力，但也只能保护他一次。芬里尔想要夺走国王的女人，只要沙利菲愿意屈服，他甚至愿意立她为王后。兰特突然行动，用利爪刺向芬里尔的大腿。芬里尔愤怒中爆发出强大的魔力，强大的力量直接把沙利菲的戒指震碎。关键时刻，国王的神兽把他救了出来。国王紧紧地盯着芬里尔，他兴奋地等到了这一天。自从登基以来，他就一直想要夺回曾经失去的荣耀。国王提出了和沙利菲相同的问题，王座对他来说还不够。芬里尔想更进一步，他梦想让所有魔族公平竞争，不分你我。在他的新世界里，只有强者能够生存。吉祥物明显害怕了，这种做法仿佛要把历史倒带。兰特对此并不感到意外，因为统治者就是从那场混战中诞生的。芬里尔挑战国王决一死战，国王这次没有回避，身为国家的领袖，还有作为一个勇士，他有太多责任需要肩负。耶梦加德带着阿努比斯前来助阵，尼尔站出来阻止，他警告不要干预这场决斗，否则他不介意动手。耶梦加德见状便收起了武器，毕竟这是现任与挑战者之间的对决，其他人已经无权干涉。沙利菲注视着芬里尔和国王的魔力较量，他只能坚信国王不会败，他相信国王一定能够胜出。可惜魔王即便占优也没能压倒对方。芬里尔对上次那失望的力量感到不可思议，他不相信自己的力量会那么弱。一怒之下，芬里尔爆发出强大力量击败了国王。他看到国王为了沙利菲牺牲了自己。
自己的力量。显然他非常想让沙利菲回到身边。芬里尔的行为很过分，很快你心爱的人就会变成我的。芬里尔全力集中魔力，随着一声巨响，但他的攻击却只击中了国王身后的眼底，因为他鄙视通过欺负弱者取胜。双方在力量耗尽后才开始真正的原始战斗。接下来是一场残酷的近战，他们用爪牙作为武器，国王把芬里尔抓到高空，然后猛地摔下，紧接着狠咬芬里尔的脖子。这份夺回尊严的执念让芬里尔坚持到最后。国王此时开始反思自己是否也有这种执念，退缩似乎才是他的天性。他对自己的血脉感到厌恶，仅仅是坐上王位就已经精疲力尽，在生死搏斗中，国王竟然还分心，给了芬里尔机会反击，一口对付一口。国王真的很坚强，脖子被咬得血肉模糊还能站起来，因为他听到沙利菲喊出了雷恩哈特这个名字。国王意识到是自己被咬，雷恩哈特和我有什么关系？于是国王重新站起来吼叫着。芬里尔意识到这都是因为沙利菲，他心里一阵难过，引起了头痛。尼尔看出他害怕了，就像那天被割耳朵驱逐出王族一样。芬里尔完全失控了，从此他就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狗。尼尔也不再是他的随从。尼尔为了表达忠诚，也想割掉自己的耳朵，但被芬里尔及时阻止了，却依旧不小心伤到了自己的一只眼睛。他本来也是条流浪狗，芬里尔给了他名字和一个家，从那天起他们就彼此依赖。芬里尔发誓总有一天他要取而代之，成为全魔族的新王，所以尼尔要一直陪在他身边做见证。尼尔大声鼓励芬里尔找回自信，他要在今天夺回失去的尊严。于是双方开始了第二轮的对决，他们都有各自不容让步的理由，但最终是国王赢得了这场战斗。沙利菲扑进国王的怀里，泣不成声。就在阿努比斯惊呼的同时，芬里尔虽然意识模糊，还是努力站起来挺直了腰板。为了国家的未来，国王必须亲手结束这一切，却没想到尼尔抢先一步给了芬里尔致命一击。这样一来，他的职责和生存的意义也随之终结。说完，尼尔带着芬里尔离开了现场，国王也因这场战斗身负重伤。大家虽经无险地返回了王宫，兰特改变了主意，找耶梦加德来训练。沙利菲曾经告诉他，守护的真正意义不在于为主人献身，而是要伴随他们做完应做的事直到尽头。沙利菲悄无声息地进入了国王的疗养室，这时国王已经变回了人形。沙利菲提到阿努比斯担心尼尔会回来复仇，因此整个宫廷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但国王知道尼尔不会再出现了。在那次决战的最后时刻，他询问尼尔是否会因此而寻求报复。尼尔说这场战斗是芬里尔长期以来的愿望，同时也是一种束缚。幸亏有国王，他终于得到了解放。战前芬里尔已经交代过，如果战败后他只剩一口气，他希望尼尔能在他临终前结束他的生命。自从失去了尊严和耳朵，他已经一无所有，只剩下生命。尼尔没想到最终他会把生命托付给自己，他也明白了从他们初见的那天起，自己的存在就是为了芬里尔。他一直以芬里尔为荣，在他眼中芬里尔是所有人中最伟大的王。这个国王真会撩妹，知道在七夕给心爱的人送上充满爱意的誓言戒指，作为他们永不分离的证据。但小黑子从不停歇，王国的叛乱刚平息，国王就计划举行游行庆祝，但头号黑粉阿比却劝沙利菲不要参加。国王救出王妃本是佳话，可如果沙利菲是人类，反倒会为国王带来非议。见国王生气，阿比才不得不闭嘴。阿弥多发现沙利菲的戒指不见了，得知戒指坏了后，阿弥多相当惊讶，毕竟那是国王的心意之礼。沙利菲不明白他怎么会知道，没想到他早就表现得非常明显。兰特这个直男真不懂浪漫，碎了的破石头就算了，等他成为王妃，还不是想要什么有什么，却不理解最爱的人心底送出的礼物，哪怕是石头也比宝石还要闪耀。他们建议沙利菲向国王索要些其他的礼物，既然他对那个东西免疫了，自然也就用不上了。沙利菲问国王还记不记得他接受戒指时说过的那番话。国王突然带他离开了皇宫，带他到一个隐秘的大树里面，这里的空气清新无比，这是王国中难得一见的清泉。相传这片土地曾经被蓝天环绕，于是这里变成了圣地，只有极个别的特殊身份的人才被告知这里。他感觉这清泉的清澈美丽就像沙利菲的眼睛。沙利菲听了有点害羞，开始夸赞回去，说国王的眼睛像暖火一样温暖。国王让沙利菲伸出他的左手，沙利菲感动，上次的话他竟然还记得。随着国王施加的魔法，他手上的戒指变成了最后的形态，这才是他真正向沙利菲许下的誓言，证明两人将永远不分离。他希望沙利菲能以王妃的身份与他一同在街上游行，但最终国王还是独自一人出席了游行，因为沙利菲知道他的出现肯定会引发动乱。尽管国王并不在意这些，他有能力压制任何声音，但沙利菲知道那些不只是杂音，那是子民的真实心声。国王的好意他领了，所以他打算等他游街结束后，一定要第一时间回到他身边。沙利菲小时候因为一件事特别怕雷，国王自责认为都是自己的错，因为沙利菲就是在那样的雷夜里意识到，他原来是作为祭品被养大的。这种献祭的传统从前王时代就开始了，而他却一直保持这个传统。尽管他每次都会让这些祭品离开，但那些女孩最终的命运他却不知道。即便他们逃回人类的国土，也无法回到从前的生活。沙利菲希望他能讲个故事让他高兴一下。他们建议沙利菲向国王索要些其他的礼物，既然他对那个东西免疫了，自然也就用不上了。沙利菲问国王还记不记得他接受戒指时说过的那番话。国王突然带他离开了皇宫，带他到一个隐秘的大树里面，这里的空气清新无比，这是王国中难得一见的清泉。相传这片土地曾经被蓝天环绕，于是这里变成了圣地，只有
有极个别的特殊身份的人才被告知这里。他感觉这清泉的清澈美丽就像沙利菲的眼睛。沙利菲听了有点害羞，开始夸赞回去，说国王的眼睛像暖火一样温暖。国王让沙利菲伸出他的左手，沙利菲感动，上次的话他竟然还记得。随着国王施加的魔法，他手上的戒指变成了最后的形态，这才是他真正向沙利菲许下的誓言，证明两人将永远不分离。他希望沙利菲能以王妃的身份与他一同在街上游行，但最终国王还是独自一人出席了游行，因为沙利菲知道他的出现肯定会引发动乱。尽管国王并不在意这些，他有能力压制任何声音，但沙利菲知道那些不只是杂音，那是子民的真实心声。国王的好意他领了，所以他打算等他游街结束后，一定要第一时间回到他身边。沙利菲小时候因为一件事特别怕雷，国王自责认为都是自己的错，因为沙利菲就是在那样的雷夜里意识到，他原来是作为祭品被养大的。这种献祭的传统从前王时代就开始了，而他却一直保持这个传统。尽管他每次都会让这些祭品离开，但那些女孩最终的命运他却不知道。即便他们逃回人类的国土，也无法回到从前的生活。沙利菲希望他能讲个故事让他高兴一下。沙利菲马上带着兰特先离开，兰特怎么都想跟着他，沙利菲却担心他能不能避免跟人类起冲突。兰特承认他自己也没把握。国王说阿努此斯想单独跟他谈谈，他误以为沙利菲是因为他的人类身份才想扮演两族之间的沟通者。沙利菲清楚阿比口中的人类其实只指他一个，不论是人类还是魔族，他唯一讨厌的就是他自己。如果连这么固执的他都能放下种族看重个人，那其他人肯定也能做到。如果他是唯一能帮国王实现梦想的人，不管风险有多大他都愿意一试。阿比最后也不得不同意。沙利菲高兴的道谢，然后去找国王报喜。阿比心里虽然不爽，但还是承认这女人真能干。国王一听就说非得让侍卫跟着去，但这样一来就失去了原本的意义。不死鸟本努突然帅气现身，作为圣兽他在人类世界自由自在，沙利菲可以骑着本努直接飞往人类国家，国王这才勉强同意他独自一人出行。而王国内最大的问题制造者赛特却在打小算盘，由此坚信国王的身份绝对非同小可，这是最容易抓住的主角呀。他作为魔族的使者，向乞土团的代理团长奥赛洛求助，他要去王宫面见人族国王，但国王可不是谁想见就能见的。对方让沙利菲说明来意，没想到沙利菲刚拿出魔王给的信件证明自己的身份，就直接被扔进了监狱。圣兽都无奈的看着，毕竟谁若突然说自己来自魔族王国，都会被当成可疑人物。沙利菲却一点也不担心，只要对方确认拿到的信件是真的，他们就会相信他的话。此时魔族王宫的小伙伴们都挺担心的，吉祥物依旧相信作为人类的他，在人类国家应该不会遇到什么问题，但兰特对此却持不同看法。或许沙利菲正因为他的使者身份而被捕，奥赛洛确信他就是那次的人类祭品，从而信任他的魔族出身。但魔族的文字已经被禁用了，国内没有人能理解。在弄清楚信件的内容前，他不打算交给国王。然而听说在一个偏僻的地方有个女性懂得魔族文字，沙利菲毫不迟疑的同意去寻找。奥赛洛让他将那人带来核实，沙利菲也很好奇那人为何会接触魔族的文化。当地村民一说起来就指他要找的是那个魔女。魔女现在独自生活在很远的地方，仅仅因为她能读懂魔族文字，因此被周围人畏惧。当沙利菲找到她的住所时，却被背后的不明人士攻击。不死鸟将攻击者的外套烧毁后，沙利菲注意到面前的女人竟然与魔王的人类形态非常相似。得知沙利菲与魔族有关后，这名女性态度冷淡，不愿交流。她绝不想与魔族有任何牵连，对沙利菲也没什么好说的，警告沙利菲若敢再来，他便会杀了沙利菲。显然沙利菲并没有放弃的意思，他决定在山中等待那女人改变主意。为了魔王的任务，他不能空手回去。还有关于他与魔王相似的奇怪巧合，沙利菲不得不仔细考虑。那女人冷冷的目光让沙利菲瞬间误以为是魔王在说话，足以让人背脊发凉。接下来的几天，沙利菲像跟屁虫一样粘着那女人。今天那女人正在浇灌一片花田，沙利菲认出那是雪绒花，他想知道那女人的名字，但对方似乎没有告诉他的意图。那女人刚离开不久，天就开始下雨了。两个陌生男子突然出现，开始破坏花田，仅因为这是魔女的花田，他们错误地认为魔女会用这些花枝毒害全村。沙利菲把其中一个男人推倒在地，他们误以为他和魔女是一伙的，于是决定把他绑起来。没想到魔女突然回来，给了男人一刀警告，既然来到这片地方了，就得有可能牺牲自己的觉悟。两个胆小的家伙被吓得落荒而逃。那女人挺身而出拯救了沙利菲，却半开玩笑说她只是来赶走破坏花田的害虫。她不明白沙利菲为何要冒险保护她的花田。沙利菲知道雪绒花象征着珍贵的回忆，他猜这些花对那女人肯定很重要。那女人回想起她的童年时光，她的青梅竹马曾告诉她不要理会那些流言蜚语。她决心证明自己不是什么魔女，而是会变得更强，强到足以让所有人刮目相看。她没想到那个男孩居然会怀疑她，因为她总是过于胆小。她决定让那男孩以后别再来这里。今天那女人才了解到这些花的花语是什么，她种这些花完全是因为她的一个老朋友曾经种过。经过这次事件，那女人对沙利菲的看法有了改变。她说如果沙利菲有什么问题现在可以问，但沙利菲最想知道的是那女人的名字，因为她知道对方不是魔女，所以她更想知道她的真名。那女人这才告诉她，她叫安娜。转头一看，沙利菲已经全身湿透，被淋湿的沙利菲最终病了。安娜只好带她回家好好照顾。半夜时分，沙利菲醒来，发现小安还在用微弱的灯光读书。他注意到小安手中的书是用魔族文字写的，这才向安娜说明了来意，希望她能帮忙翻译一下魔族的信件。好奇小安在读什么，小安解释说那是他祖母留下的用魔族文字写的日记。他的祖母之所以会魔族文字，是因为他的更早的祖先触犯了人类的禁忌，以至于即使他去世后，他们的家族仍被人类瞧不起，只因为他的一位祖先生了魔族的孩子。沙利菲开始怀疑，可能这孩子就是现今的魔王了。
么。小安在努力破解这些魔族的文字，就为了能理解这本日记的内容，但日记里只是记录了他祖先普通的生活。小安看到沙利菲对此挺有兴趣的样子，于是就把日记送给了他。沙利菲视如珍宝，因为日记里可能藏有他敬爱的陛下的线索。得知沙利菲对魔族情有独钟，小安觉得跨越种族的爱恋如山高，他祝福沙利菲能幸福。然后他又询问沙利菲找他有何贵干。沙利菲终于开口说出了他的目的，希望安娜能陪他一同前往王宫翻译魔王的信件。此刻在魔族的王宫里，阿努比斯提醒小嘴小眼不能一次性拿走这么多书。他们解释那是沙利菲看过的书，但有一本书引起了阿努比斯的关注。他们之前在图书馆从未见过这本书。小嘴记得之前不小心和赛特撞了一下，可能是那时赛特的书混进了这里。阿努比斯对此事很关心，于是半夜跟踪赛特来到了禁忌的档案室，然后他直接拦截了赛特的去路。赛特看起来一点也不在意，他早就注意到阿努比斯在跟踪他。看到阿努比斯手里的那本书，赛特也明白了阿努比斯为何要跟踪他，因为这本书只有国王和祭司长可以阅读的禁书。阿努比斯严厉地质问他这么做的后果，赛特却镇定如常，一点也不慌张。他很清楚自己的行为已经等同于反叛，但前提是他得罪的是真正的君主，这将成为魔族历史上最大的丑闻。竟然是魔族之王，居然在众目睽睽之下变成了人类。自从赛特暗示魔王有所隐瞒之后，阿努比斯便整夜难以入睡。尽管他更信任魔王，但内心的疑虑依旧在发芽，最终还是被迷惑了，答应与赛特合作。这时沙利菲已经带着小安回到了尤纳安王宫，两人多年未见，却直接展现了深厚的感情。沙利菲这才明白，原来他们是同一个村子来的。小安自责觉得自己是奥赛洛离开的原因，其实奥赛洛是按自己的意愿离开的，他离开是为了变得更强大。他一直想着回来找小安，结果却恰好遇到了沙利菲，这样一来沙利菲就把他带到了自己身边。他觉得只有沙利菲会公正对待小安。奥赛洛自信现在的自己足以保护他，但在小安看来他依然是那个老样子。然后小安帮忙翻译了沙利菲带来的魔族信件，奥赛洛再将信转交给尤纳安国王。这时沙利菲心里其实很紧张，毕竟是将他作为祭品的那个人，但沙利菲并没有怀恨在心。小安想，如果是他的话，宁可冒生命危险也要反抗一番，不管对方是神明还是国王。他承认在这之前真的很害怕国王，没想到现在竟然可以亲自见到他。国王确认了信的真实性，但信中提到的事情太重大，国王无法自己做出回应，因此他打算召集世界各国开会讨论。他更关心的是魔族世界究竟是怎样的。自从王国为了停战接受了献祭习惯，国王一直背负着这份重压。沙利菲说魔族国和人类国度没什么不同，大家都有情绪，有喜怒哀乐。魔族的王也是个非常仁慈的人，他也希望人魔两族能和平共处，这成了沙利菲非常珍视的一点。奥赛洛这才明白，原来献祭制度给国王带来了这么大的压力，他在人前总是保持着威严，从不流露弱点。沙利菲突然想到魔王也是这样，奥赛洛相信总有一天人魔可以和平相处。另一方面，阿努比斯彻底失控了，赛特还在暗处继续他的计划，他还在利用阿努比斯进行明目张胆的策略。只要魔王坚持不出面，那就意味着他有隐瞒的东西。但在阿努比斯的坚持下，魔王最终还是开了门，变成魔族的样子出现在他面前。魔王能明显感觉到阿努比斯内心的不安，他这次来是想提出和人类谈判的方案，还有涉及到沙利菲未来的事宜。此刻沙利菲迫不及待想回魔族国了，离开之前他还有件事想问，他只是想弄清楚自己到底是什么，但现在这已经不再重要，反正不管他是谁，奥赛洛的态度都不会变。沙利菲也希望魔王能明白这一点，他的出身其实并不重要，只需要有人认可他的本真，这足以让一个人感到幸福。沙利菲安全回来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王宫，魔王把沙利菲紧紧拥入怀中，但沙利菲感觉到了他的不同寻常。阿努比斯来邀请他参加御前会议，在沙利菲转达了人类国王的话后，他还有很多话想对魔王说，但此刻魔王给他的感觉很怪异。国王没什么意义，但沙利菲觉得很突兀。阿努比斯觉得既然要谈判，他的真实身份就不能再隐瞒了。等到两国关系好转，这将成为沙利菲的功绩，他也可以借此机会正式成为下一任王后。小伙伴们都很激动，终于迎来了这一刻。但兰特感觉有些不寻常，他觉得这件事不是那么容易就能解决的，这显然是故意为难沙利菲，而他总觉得哪里不对劲。虽然这是阿努比斯提出的，但他似乎一点都不买账。就算沙利菲任务完成得很好，他也可能找借口反悔。阿弥多感到不解，沙利菲已经很努力了，即使阿努比斯再严苛，也可能会从心底里开始认可他。兰特还发现最近的气氛很古怪，周围似乎充满了猜疑。现在全国各地都收到了庆典的邀请，各个王室贵族应该都已经知道了即将发布的消息。阿努比斯建议尽快召开会议讨论这件事。沙利菲突然找到魔王，提出了一个任性的要求，他提出想去外面走走。魔王同意了他的想法，反正他也不需要准备什么。他明白沙利菲是想悄悄带他离开。魔王正好也有些话想对沙利菲说。他们来到一个沙利菲从未去过的洞穴，如果爱他就带他去欣赏洞中的星空，但对人类来说这里一片漆黑。魔王一展魔力，洞里的矿石一接触魔力便开始闪烁，美的就像满天星斗。沙利菲相信总有一天人魔可以和平相处，到时候不管他变成什么模样都可以大方出现，他们可以一起抬头看星星。庆典对他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和平共处并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实现的，还有一些他必须面对的挑战。第二天，魔王公开宣布要与人类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国内出现了很多反对的声音。这时赛特在背后捣乱，他用魔法清除了天空的瘴气，魔王猝不及防被迫变回人形，魔族国王当众变成了人类，这在民众中引发了巨大的震动。关键时刻，代理王妃骑着不死鸟出场，带着失去力量的魔王离开了风暴中心。兰特一看情形不对，立刻行动。阿努比斯把怒气发泄在赛特身上，他确信赛特在暗中搞鬼。赛特承认确实有所行动，但他并没有针对国王，他的目的只是暂时驱散瘴气，借此机会重现那个命定之夜。每到这一天，
国王总是把所有人拒之门外，他一直怀疑这里面有问题。国王在极力隐瞒着某件事。今天大家终于看到了国王的真实身份。在阿努比斯的允许下，赛特宣称将暂代国王执行职务。刚才大家看到的就是国王的真实面目，他是一个有着人类血统的魔族混血。最关键的是，没有任何记录能证明这一点。早年王室与人类有过深厚的交往，正是因为这份亲密，他们被誉为国王。可他们根本就没有纯正的王族血统。他让人类入主成为王后，无非是帮助人类权力渗透魔族王国。所以赛特下达的第一条令，立刻下令抓捕国王和沙利菲。沙利菲带国王藏到了关心的山洞，秘密被揭露，他内心也很慌乱，但他知道为了国王必须坚强。不死鸟注意到了天空的异样，现在的天空明显是人工造成的。沙利菲突然觉得肚子饿，第一要务是解决饥饿。他原本打算去附近的小镇找些吃的，没想到赛特已经派人把守。他开始重新划分种族地位，除了高等哺乳类，其他种族统统被剥夺了居民身份，不同种族间接触都算违法。现场一片混乱，兔子妈妈和蜥蜴孩子被迫分离。沙利菲突然出现救了小蜥蜴，结果被识别为通缉犯。赛特的走狗想要当场处决他，关键时刻兰特及时出现救了他，并迅速解决了那些小兵。尽管如此，兔子对沙利菲却没有一点感激。被歧视的低级魔族仍对人类和猎狗族抱有偏见。现在全国几乎都在赛特掌控之下，兰特感觉这一切都是早有预谋的，事态发展的太顺利了，仿佛一切都在赛特的掌控中。沙利菲回想起不死鸟的话，突然意识到天空的变化可能也是赛特的手段，这一切都是他精心策划的。就因为赛特曝光了国王的身份，他和先王却是同一个家族，现在他是唯一的王位继承人。原来他是先王妃子的亲生孩子，因为他母亲的基因优于王族，所以赛特的出身一直被隐瞒。祭司坚称自己说的全是真的，这份记录上还有祭司长的亲笔签名呢。耶梦加德就是不承认他的国王地位，他特别生气阿努比斯这个叉子货居然也支持赛特做国王，但他心里只服一个王。赛特早就预见到了这一幕，公然把耶梦加德当成反叛者抓起来。如果让赛特登上王位，魔族国肯定要陷入战乱。沙利菲很在乎兰特的想法，他对谁做国王其实无所谓。沙利菲心目中的王，兰特也认，吉祥物们也纷纷效忠。国王虽然让人畏惧，但内心柔软，大家都很喜爱国王。沙利菲也被感动了。国王并不孤单，这里总有人支持国王，无论国王是谁。现在只有国王能阻止魔族的内乱，所以必须让国王振作起来。但在这之前，我们需要查清楚国王的真实身份。唯一的线索就是那本被他藏起来的笔记本。沙利菲站在国王的身边，告诉他赛特不只是篡位，还在用阶级隔离人民，恐怕很快就会爆发内战。但只有国王有能力阻止这一切，只要他查明自己的身份，明确立场。但现在国王已经意志消沉，他只想带沙利菲回到人类的国家。此时耶梦加德刚被关进牢里，以前的部下都在嘲笑他，只有假国王才会让爬行种高居要职。阿弥多霸气的帮耶梦加德重获自由，他决定跟着耶梦加德去找国王和沙利菲。不久后，两人就被守卫发现了。耶梦加德处理掉守卫后承诺一定会保护好他。国王想带沙利菲去人类的国家，一起过平静的日子。沙利菲那是直接2个巴掌，因为他知道的最清楚，他肯定会后悔的。快乐的生活更是难上加难，哪怕他逃到天涯海角，沙利菲愿意跟随他到任何地方，但他不愿成为他逃避现实的借口。国王一番话让他恍然大悟，他虽是半魔半人的王者，内心却总是胆怯，从未真正面对过自己。国家的混乱反映了他内心的挣扎。作为国王，他得纠正这一切，让一切回到正常轨道。沙利菲注意到国王的手在不停颤抖，他坦言自己很害怕这样的状态，害怕真相大白。只要沙利菲在他身边，他就能无所畏惧。这时阿弥多和耶梦加德已经逃出了王宫。阿弥多对朋友的关心让耶梦加德深受感动，他从小梦想成为忠诚的战士，但他的爬行种身份让他受尽歧视，即便有才华也难以得到认可。直到国王的发现，国王也许不知道有多少人因为歧视而被埋没，但国王承诺会有一天，我会改变这个国家，在那之前，请你坚信手中的武器。正是国王的承诺让他有了今天，所以他也愿意成为国王的锋利之剑。阿弥多忽然看到天空中飘落的花瓣，让他不由自主地想起与沙利菲的时光。他向沙利菲透露魔族相信这些花占卜很准。阿弥多突然意识到，也许沙利菲也在这样做。果然如此，他们沿着花瓣的指引找到了他们。耶梦加德来到国王身旁宣誓忠诚，接下来他们将返回王宫，取回那本来自人类国度的日记。兰特认为，等国王恢复了魔力之后，没有人能是他的对手。但这次的问题不能单靠武力解决，只有当国民接受真实的他，一切都变得无足轻重了。如果他真的和皇室无关，那他肯定会马上跑掉。大家分头行动，国王和耶梦加德负责吸引眼球，兰特和沙利菲则悄悄进入寻找记忆。为了表明自己的决意，国王决然剪去了自己的长发。为了追寻自己的来历，混血魔王自愿当诱饵，帮助沙利菲悄无声息地进入皇宫。沙利菲的戒指忽然亮了起来，似乎有什么在附近召唤他。沙利菲跟随直觉找到了一个隐秘的地方，那里有一个受重伤的恐怖怪物。沙利菲能感受到这怪物也属于魔族，遗憾的是连不死鸟也无法让他恢复健康。他惊讶于为何一个人类女孩拥有王者之力。戒指再次点亮的瞬间，他意识到沙利菲是被王选中的人。兰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搞不明白沙利菲在和谁交谈，因为那个人的嘴被封了，只能通过心灵感应来沟通。他曾是王国的大神官，现在变成了一个不能说话的怪物。兰特极为震惊，大神官原是王国权力
权力仅次于国王的大人物，从先王时代就神秘消失了。他之所以变成这样，是为了保护关于国王出生的秘密。他担心秘密泄露而对自己施了咒语隐居起来，没想到最终还是被赛特法官发现。他一直忍受折磨，只为帮助国王。他决定将这个秘密告诉莎莉菲。由于前一王妃体弱，他进宫后不久便去世。先王因为没有自己的后代而倍感沮丧，但先王还是选择了隐瞒王妃的死讯。现在他们急需找回那个与他血脉相连的人。大神官知道那是先王的孪生兄弟。根据兽王族的习俗，一旦有双胞胎，只培养那个有前途的孩子，把另一个孩子放逐。他一路寻找到了真相。在魔界和人界的战争期间，王帝逃到了人间并留下了后代，也就是现在的国王。但王帝那时已经死了，神官长只好把婴儿带回宫中，同时宣布了孩子的存在和王妃的死讯。这让人民以为王妃是在生孩子时去世的。但先王始终无法接受自己血脉中有人类的成分，这种痛苦让先王提前去世。他对强行改变国王命运感到羞愧。在保守秘密的任务完成后，神官长终于可以安心离世，留下了额头上的宝石。与此同时，国王被篡位者赛特困在结界内，视为叛国。他察觉到有人解除了神官长的咒术，推测出是国王的计谋。莎莉菲应该是在王宫里，于是他命令阿努比斯带队搜查。国王愤怒中短暂的破开了结界，但最终还是被赛特制服。看到国王为了莎莉菲竟能瞬间挣脱结界，赛特答应让他们见面，然后一起赴死。国王看着国内战火纷飞，赛特自豪地说会让国家恢复原状，在一个明确的身份制度下建立一个等级分明的国家。国王愤怒地表示，他要建立的是一个种族平等的国家，一个每个人都能自由生活的国家。没有人能选择自己的出生，但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种族感到骄傲。真正的国家应该能实现这样的理想。或许他不配为王，但他有责任阻止赛特的胡作非为。在那之前，这个国家只能由他来统治。赛特讽刺他肩上无责任。虽然同为王族的赛特，但因为母亲的血统过于强大，使他未能继承兽王族的外貌。母亲总觉得他应该是那个站在先王身边，受人尊敬，成为新一任国王的那个人。母亲对他现在的样子感到很抱歉，这也让赛特从小就和母亲成了宫中的局外人。他羡慕国王幼年时的外表，始终想夺回他认为应该属于自己的王位。这时莎莉菲已经被阿努比斯带走了，兰特也觉得自己浑身无力，他们毫无察觉的就掉进了阿努比斯设的陷阱。兰特虽然不喜欢阿努比斯，但失望至极。他一直以为阿努比斯对国王忠诚，结果阿努比斯只是个种族主义者。兰特被带走后，阿努比斯逼莎莉菲回来的真正目的，他坦诚是为了证实国王的身世。国王不想国内混乱，才决定返回。不管王在哪，他都会紧随其后。阿努比斯最终明白，国王变成人形对他没影响的原因。原来他早已知道。阿努比斯最后还有个疑问：如果国王跟他不同，是纯正魔族血统的，他还会不会一见钟情？莎莉菲也糊涂了，自己也摸不准。这时国王已是阶下囚。赛特讽刺人类脆弱的肉体，无论如何挣扎都无法改变凄惨的结局。国王不理会他的嘲讽，即使是以人类的形态，他依旧是这国的王，忍受着束缚。国王为了挣脱不惜自残。阿努比斯突然带莎莉菲现身，赛特命阿努比斯亲手处决他。阿努比斯缓缓举起手中的武器，但就在刚才，他以为即便是莎莉菲，也不可能真的爱上纯种魔族，他也只是像其他人一样，不能与其他种族真心相爱。莎莉菲驳斥了这一点，他只是没理解阿努比斯的话，因为国王兼具两种血统，正是这两种血统让他如此苦恼和痛苦。这样的他真是温柔到不行，他最爱的王就该是这样的人。赛特没想到刀竟然落在自己身上，赛特被伤，国王终于获得了自由。赛特不解为何要背叛他，阿努比斯开口提醒他，他从没把赛特当成他的王，他忠诚的对象一直没变。赛特一怒之下用魔法攻击阿努比斯，海魔族在危急时刻赶来支援，兰特趁机击倒了身边的守卫，阿弥多也来到了王宫，他们实在是忍不住了，在王宫外碰上了海魔族，就这样和他们一起进了王宫。在去找莎莉菲之前，阿弥多让兰特先帮忙找个东西，找到他或许能帮国王摆脱麻烦。海神依旧强悍如初，对付年轻魔族还轻松有余，被赛特压迫的低等魔族得到了人类世界的元首，赛特手忙脚乱，没想到局势这么快就反转了。不止这样，还有其他国家陆续发来的声明，比如猫娘所在的国家的国王告诉他的人民，在新王的体制下，他们被视为高等公民，只要服从民族将更昌盛，但他却坚决拒绝了，因为他不愿让子孙后代生活在不公的世界中，所以他决定支持那位主张种族平等的国王。这只是个开始，众多王公贵族开始发来威胁的信件，如果赛特掌权，他们会和国王并肩作战。很快兰特找到了赛特的魔法阵，厄弥多清楚只要那个还在，国王就会受其影响。兰特试图破坏结界却反弹了，阿弥多解释这是用术士血液作为媒介来保护这个阵法的血之盟约法术，要撤销盟约只需足够的鲜血作为代价。赛特无法理解，反对他的都是些高等种族的国家，真的有人只有把别人踩下去自己才能站得高？莎莉菲气愤地指出，的确有人习惯于踩踏他人来提升自己，就有那么几个人觉得这样做能让他们更舒服。没人生来就想被别人踩在脚下，国王正是为了打造这样的世界而不懈努力，正因为明白这一点，他们才会和国王一起战斗，因为他们都懂这个道理。赛特只想赶紧坐上王位，他不懂得倾听百姓的声音，既然他无视大家的需求，怎能期待别人对他敬重呢？赛特气急败坏，把莎莉菲推下了城墙，国王赶忙跳起来想要抓住他。赛特一直认为自己有着王族的血统，他为了重新掌控王位，他找到了那本藏在禁书库的魔法书，想用这本书重新夺得王座。这时候神官长留下的宝石突然亮起了红光，宝石里传来了神官长的遗言，揭开了他一生守护的秘密。原来国王有不育之痛，他一生都无法有自己的孩子，只有王后。国王尝试过宠幸3000后宫的女子，但无一人能生下他的孩子，所以他最终收养了他弟弟的孩子。利用赛特母亲不查的时候，他谎称那孩子是自己的，还让神官长在
出生证明上盖了章。没想到赛特的母亲竟然真的相信了。赛特不想接受自己不过是个私生子，他决定用自己的力量来证明自己的血统。可惜被禁咒反噬了，他的真实血统支撑不了他使用禁咒的力量。赛特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他坚持的一切原来从头至尾都是一场空。他毕生追求的本就不该是他的，那他之前的努力又有什么意义呢？沙利菲上前安慰他，有没有理由不重要，如果这只会让你更痛苦，不如就全忘了他。无论你是谁的后代，你就是你自己，没人能替代你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即便是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是如此。赛特终于明白自己真正渴望的是什么。之后国王和阿努比斯互相致歉，国王对自己隐藏身世感到抱歉，阿努比斯觉得自己先对人类有偏见，国王觉得自己太软弱了。不过即便这样，阿努比斯还是觉得自己亏欠了国王。现在他觉得自己没脸再留在国王身边，也承认沙利菲比任何人都更适合引导国王变得更坚强。国王对这点并没有异议，但阿努比斯是这一切背后的功臣。国王知道他一直扮演严厉的角色，就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有王者风范。没有阿努比斯，他可能就会以一个软弱的样子继承王位，甚至在遇到沙利菲之前就被篡位。他本可以不顾反对，硬是让沙利菲成为王后，但他没有这么做，是因为想得到阿努比斯的支持。他希望阿努比斯能真心认同他所爱之人。阿努比斯感动的流泪，他以为再也感受不到这样的感动和温暖，但国王希望他能留下来继续辅佐。耶梦家的其实早就知道阿努比斯没背叛，以他的心机不会轻易辩解，狠狠地打他一顿，也是为了让赛特相信他真的背叛了。混血魔王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起源，在人类母亲的日记里找到线索，他和自己的父亲是在边境的森林相遇的。那时父亲受了重伤，想要独自死去，但母亲看到了他眼中的悲伤，从他那里得知他一出生就被遗弃，无家可归，没人关心，只能通过战斗来赢得尊重。但他已经厌倦了伤害他人，他所追求的只是爱与被爱。母亲从未见过这样的魔族，他决定自己来爱他。毕竟作为一个被人轻视的天生红瞳人类，在一个没有名字的孤单魔族身边开始的故事，他有种感觉这一切都是天注定的。母亲曾希望他知道，父亲对他的到来满怀期待，他的诞生是出于爱。母亲给他取了理查德这个名字，希望他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能展现出狮心般的勇气和坚韧。但国王还是决定用沙利菲给他命名，他决定从此以真实的自己面对世界。与此同时，阿弥多的勇气终于得到了认可。耶梦家的内疚自己让他受了伤，但阿弥多却感到无比骄傲。尽管与大家相比他的贡献不算大，但对他来说这伤痕就像荣誉勋章一样。耶梦加德意识到再道歉也无济于事，对他为了保护国王所做的一切，他深表感激。在他眼里，这受伤的手是世界上最美的。国王久违地出现在国民面前，坦白自己是人魔混血。他决定恢复与人类的关系，不是为了掩盖自己的身份，而是因为他找到了真爱，是那个作为祭品从人类国度来的可怜女孩。她内心强大，她不在意对方是谁。爱上她之后，国王意识到他要建立一个不分种族和身份的国家，一个人们可以自由选择爱与被爱的地方。国王首次公开介绍沙利菲的身份，他和沙利菲将共同守护魔族国，因此他希望国民再次信任他这位新国王。国民也热烈的回应支持他。国王和沙利菲的官方婚礼随之举行。沙利菲在婚礼上幸福的分享，他原本在人类国度也有一个幸福的家，直到发现自己是祭品，他也坦然接受了这一命运，因为接受总比反抗来的容易。他知道这只是逃避真实感受的方法，但遇到国王后一切都改变了。他现在觉得能活到今天实在太幸运了。时间就这样匆匆流逝，甚至他们的孩子现在也能帮忙打酱油了。